男人只是施展出了失传已久的封神四步，竟让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露出了震惊之色。要知道封神四步的强大，就连他的父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原来男人为了回到过去，用40年时间收集回归大法的材料，不仅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手臂，更是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大叔。然而当他拿着这些东西找到鬼灵门门主时，鬼灵子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那么你一定要去找我，然后阻止我结婚。原来鬼灵门有一种秘法，一旦开启就能让人回到过去，然而数百年来无一人能够施展，因为开启秘法必须集齐4种神物，它们分别是封天教的阴雷钟、神龙派的神奥香炉，以及万年火里内胆和魔教密魔魂。除此之外，还需要准备500万两银子。可除了最后一项，没有人能够将其余4种材料集齐。直到男人不惜用40年时间，终于拿着它们来到了鬼灵门。鬼灵子好奇男人为什么这么执着的想要回到过去，男人只是冷冷的回答：他要复仇，他要向古今第一人花无忌复仇。原来男人本是天魔的第2个儿子，可花无忌不仅杀了他的父亲，还杀了他那奸诈的哥哥。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报仇的原因，而是因为在花无忌铲除魔教的时候，不仅把手无缚鸡之力的仆人小孩都杀了，甚至连里面的动物都没有放过。既然这个时代我杀不了他，那我只能回到过去把他杀了。听完男人的话，鬼灵子神情瞬间严肃起来，他郑重地请求男人回到过去后一定要阻止他结婚。男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答应你的要求。片刻后，当4件神物准备完毕，鬼灵子开始口念咒语，一股无形的能量席卷了整个房间。下一秒，一道时空之门凭空出现，鬼灵子兴奋地告诉男人他成功了。然而当他回头望去，却看到男人奄奄一息地瘫坐在地上。这一刻，鬼灵子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他转身就朝着时空之门走去，可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再也无法动弹，而男人的身影犹如鬼魅出现在他身后。男人愤怒地质问：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鬼灵子却只是不停地说着对不起。看到鬼灵子老泪纵横的样子，男人最终还是松开了手，他微笑地看向对方：要是别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但如果是你的话，我能够理解，谢谢你等了我一辈子。而当他把这句话说完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陷入了静止。与此同时，男人的耳边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恭喜你通过了所有的测试。只见一位仙气凛然的老者凭空出现，男人好奇地询问对方是谁。我是可以送你回到过去的人，不然你真的以为仅凭一些灵物就可以违抗天命吗？回归大法真正的材料并不是这些奇珍异宝，而是为了收集它们而付出的牺牲。鬼灵子就是最后的测试，而这最难的一步却被男人轻松通过。既然我通过了测试，那我能回到过去了吧？老者并没有回答，反而询问男人回到过去后又能怎样？我要重新主导自己的人生，就像对花无忌的愤怒一样，我不想再随波逐流任人左右。听到这些话，老者的身影便开始缓缓消失，只留下了一句期待你的新人生。整个世界也随之恢复了原样。男人义无反顾地朝着时空之门走去，而在他的身后，鬼灵子不断发出请求：请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一定要阻止我结婚。随着男人的身影彻底被白光吞噬，当他再次睁开双眼，便看到了无数人影正朝着他欢呼。与此同时，一道凌厉的目光从看台上直射而来，正是他的天魔父亲。还没等男人缓过神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李公子，你到底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这一刻，男人终于确定，他真的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心魔斗争的那一天。曾经的他为了挽回这一天的失败，用尽了各种方法，可他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天魔继承人的争斗。想到这，男人满脸的怅然。不过就在他愣神的片刻，旁边的男子再次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直到看清对方的面孔，男人这才想起他就是血天刀魔的五弟子巨平昊。也正是因为此人，男人失败的一生就此开始。他转头看向台上的父亲，他看到了父亲那一筹莫展的样子。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原来父亲早就知道现在的他中了散功毒，而父亲之所以无动于衷，为的就是想看自己如何突破这道难关。想到若是以他回归之前的实力，就算没有内功也可以一招之内干掉巨平昊，但现在的男人并不想展露真正的实力，于是他大声向在座英雄豪杰宣布：我将不使用内功接受巨平昊的挑战。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要知道，这场心魔斗争有可能决定未来继承天魔之位的人。身为天魔的父亲，在宣布下一任教主将从教内选出的时候，整个魔教就轰动一时。这也就告诉世人，只要有实力就能当上天魔。而父亲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便在教内展开了一场比武大会。在心魔斗争中，可以向天魔的2个儿子发起挑战，凡是获胜者，无论输赢，天魔都将满足对方一个愿望。而为了赢得这场争斗，巨平昊收买了厨房的仆人，让他在男人的饭里下了散功毒。正是因为这卑鄙的手段，上一世他彻底的输了。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之后，父亲非但没有说些什么，反而用轻蔑的目光责怪男人竟然会上这种当。所以这一世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打败对方。此刻听到男人不使用内功战斗，台下的人群纷纷开始起哄。巨平昊被这些人一番鄙视，果不其然上了当，气急之下也表示他也不使用内功。就这样，两人之间纯粹的武力比拼正式开始。但很快两人的差距就展露无遗，毕竟拥有几十年武术造诣，再加上这副年轻的身体，男人连武器都没有拔出，就将巨平昊打得满地找牙。既然他已经回到了过去，那他就绝对不会再任人摆布。随着战斗结束，所有人都好奇男人会选择什么奖励。
可是他却只是淡淡的提出，我希望能和父亲一起去打猎。听到这个请求，天魔先是一愣，然后留下了一句明天凌晨出发吧，便转身向台下走去。片刻后，男人回到房间，他仔细地端详起自己那年轻的面孔，果然和那时的自己不同了。不过看着看着他又沉默了。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趁花无忌还没变强之前，找到他将其直接抹杀。可问题是，想要找到花无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武林中，仅凭一己之力便灭掉了武林盟跟邪道盟。而在他铲除魔教后，又突然从武林中消失，因此人们对他的了解很少。所以若是现在派人在整个中原武林寻找他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变得比花无忌更强。正当男人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计划的时候，房间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男人转身望去，在看到人影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只有无比的愧疚。来人正是他的贴身护卫李安，一个高大魁梧的胖女孩。前世的他并不知道，李安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保护他学习了一门武功——全身石化功。这门功法可以让身体暂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那就是学习者的身体会变得肥大。上一世在花无忌挥出剑气的时候，李安用身体为男人挡下了致命一击，也多亏了他男人才得以苟活下来。如今能够再次听到李安的声音，男人这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比他想的还要伟大。女孩天生长着一副倾国的容颜，所有人都说她长大后会成为天下第一美人。但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突然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出现在所有人眼前。那时的男人并不知道，女孩变胖后哭得有多么的伤心，甚至对这样的她越来越冷淡。直到他得知了女孩变胖的原因，为了保护男人，他放弃了成为绝世美女的机会，学习了一门全身石化功。当男人再次看到女孩那胖嘟嘟的脸庞，他发誓这一世一定要帮女孩解决全身石化功的副作用。就这样，他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孩。女孩很快就察觉到了男人奇怪的举动，男人也知道李安作为他的贴身护卫，肯定是发现了他的变化，于是让他跟着自己走，我带你去看更奇怪的东西。男人头也不回地直奔厨房而去，他叫来厨房里的所有人，包括掌勺的大厨以及负责打杂的帮工，然后冷冷地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掌勺的大厨却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意思，直到男人直接开口询问为什么要在我的饭菜里下毒。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讶不已。此时一旁的帮工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他慌忙地大喊着：不是我！可这一切男人早已知晓，这个帮工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的债务，甚至连父母和朋友的钱都输光了，最终这才铤而走险接受了巨平浩的贿赂。他跪倒在地上拼命想要求饶，可不等他把话说出口，男人直接一剑了结了他的生命。看到这一幕的掌勺大厨跪倒在地上痛哭流涕：对不起少教主，都是老朽管教不严，请少教主责罚。然而男人并没有责怪对方：林伯，你为什么觉得是你的错呢？要怪就怪那个下毒的家伙。可是厨房里发生的事情都是老朽的责任。男人打断了林伯的话：如果魔教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也是我父亲的责任吗？这一刻所有人都哑然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呢？倒不如晚上给我做一碗鸡丝面吧，我好久没吃了。说完，男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厨房。李安连忙跟了上去，他走在男人的身后欲言又止，只是觉得今天的公子真的有点不一样。第二天凌晨，父亲看着男人背上那巨大的吉囊，好奇地询问这都准备了什么东西啊？男人只是淡淡地解释，这些都是这几天需要用的东西。可父亲却说，我们只会在山上待一天，明天就会下来。可男人听后并没有放在心上，那可说不定，万一我们玩得尽兴，想多待几天呢？父亲白了一眼，做你的白日梦吧。虽然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男人已经发现他对父亲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实际上父亲比他想象中健谈得多。你的表现还不错。听到父亲的话，男人知道他说的是自己击败巨平浩的事情。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动用内力，但因为拥有前世的战斗经验，还是让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实力。这一点他相信父亲早就看出来了，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我隐藏了实力，我可不是只会虚张声势的猫，而是一头隐藏了利爪的猛兽。父亲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男人问道：我也这么觉得，但既然是猛兽，为何要隐藏利爪呢？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所以你仍旧只是一只猫。父亲说完，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可很快他再次问道：你修炼的飞天剑法已经达到第几层了？飞天剑法作为天魔一脉的独门剑法，虽然比不上父亲修炼的九魄魔功，但也算得上是顶尖的武学了。男人知道他根本骗不了父亲，于是如实回答道：已经大成了。然而话音刚落，一道凌厉的指锋擦着男人的脸颊飞了过去，他本能的侧过头，这才躲过了这一击。父亲惊讶地看着他：你真的已经大成了？男人摸了摸被指锋擦过的脸颊，有些后怕地说道：您怎么不问清楚就动手啊？万一我没躲开怎么办？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真的大成了，就应该能躲开我的指锋。我的这张脸可是长得像父亲您一样，要是真的破相了，那该多可惜啊！父亲冷哼一声，并没有理会他的抱怨，继续朝前走去。男人心中暗暗吃惊，哪有父亲会对自己的儿子下如此狠手？还没走出几步，耳边再次传来了父亲的声音：以你这个年纪就能将飞天剑法修炼到大成，确实是件值得夸奖的事情。这一刻男人愣住，
前世的他直到30多岁才将飞天剑法修炼到大成，如今父亲会感到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的时间，父子两人并肩而行，虽然没有说话，却仿佛进行了一场无声的交流。不过男人还是率先打破了沉默：“父亲，您的狩猎技巧是跟谁学的？”“我的哥哥。”父亲回答道。“原来我还有个大伯吗？”说到这里，父亲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他已经死了，死在我的手里，就和你现在差不多大。”男人沉默了片刻，坚定地说道：“您做得很对，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出生。”父亲停下了脚步，深深地看了男人一眼，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当时的我别无选择。”男人非常理解父亲这句话的意思，父亲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痛苦和挣扎。骨肉相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世的他见过太多表面风光内心却伤痕累累的人，所以他才会故意说出那番话，为的就是想要帮助父亲释放心中的压抑。既然父亲你都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请您也不要指望我能找到不杀死哥哥的方法，况且您给我的哥哥卑鄙无耻心狠手辣，根本不值得我去同情。父亲转头看了男人一眼，眼神比之前更加的冰冷，看来你在背后骂的还挺凶啊。当听到男人在背后对自己的哥哥有颇多意见，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可对于这些男人并不在意，毕竟和他那能力出众的哥哥相比，以前的他确实总让人失望。不过这也让他更加坚定，自己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优柔寡断任人摆布。随着父子两人的脚步再次加快，男人看着父亲那熟悉又陌生的背影，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上一世的他并没有结婚，所以并不知道有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很好奇，对于父亲来说，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而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手指前方询问男人看到了什么。可顺着父亲的手指看去，男人除了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林，什么都没有发现。那是我们的晚餐。听到这话，男人就要从吉囊中取出弓箭，可很快又被父亲制止了。你连猎物都看不到，怎么抓呢？说完，父亲让他按自己的引导去做，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这是一种通过感知周围的波动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方法，也就是真气外放。男人闭上眼睛，缓缓释放出自己的真气。然而除了父亲的气息之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父亲的气息平静而深邃，仿佛隐藏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这时耳边再次传来了父亲的引导，只需要释放出一缕真气，然后像抽丝一样将它慢慢拉长。前世的他释放真气都是为了攻击或者防御，这还是他第一次用真气去感知周围的事物。而随着他的真气不断蔓延，他也终于感受到了一股微弱的生命气息。毛发粗硬，体型修长，是野猪吗？父亲用惊讶的眼神看着男人。我刚开始离这么远的时候，甚至都猜错了。听到这话，男人这才反应过来，我可是天生的神武之体啊！可听到神武之体这4个字，父亲的眼神却微微一变。前世的男人一直对父亲心存芥蒂，他明明是一个追求力量的人，可为什么却对自己这个天生神武之体如此漠不关心？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只有当自己展现出真正的天赋和实力时，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尊重。夜晚，烤肉的香味在山林中弥漫开来。父亲好奇男人什么时候学会处理猎物的，男人随口找了个借口说是从书上学的。眼看父亲依旧心存疑惑，男人连忙岔开话题：“您现在坐着的虎皮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背着它爬山可把我累坏了。”父亲的嘴角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你想要和我一起打猎，难道是为了讨好我，好让我选你做继承人吗？”“当然不是，我知道您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改变主意，况且就算没有您的帮助，我也一样可以成为教主。”对于男人这份自信，父亲倒是感到有些欣慰。“那你为什么想和我一起打猎？”男人并没有隐瞒，原因有2个，第一是因为我想跟您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不过这个目的我已经达成了。听到这个理由，父亲感到有些意外，他用锐利的眼神直盯盯地看着男人，仿佛就要看穿他的内心。男人连忙解释：“我变强并不是为了成为教主，况且父亲您宝刀未老，我可不想浪费我的青春去争夺那个位置。只要您能将9祸魔功传授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话也的确是男人心中所想，他必须尽快得到9祸魔功，并且将其修炼到极致，甚至超越父亲的境界。因为就连修炼到第10层的父亲，最终也败在了花无忌的手中。父亲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随后再次问到：“那第2个原因呢？”“我想和您单独相处，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独处吧。”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真是廉价的感情。”男人却反驳道：“和天下第一高手一起独处，怎么会是廉价的感情呢？就像喝酒一定要喝天下第一美酒，不是吗？”一时间，父亲被男人的话愣在了原地，他冷冷地转过头去，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看着这样的父亲，男人想到自己对于父亲的记忆，似乎除了恐惧就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这一世他不会再让自己的回忆变得如此苍白。不过这并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他自己。第2天清晨，男人早早收拾好行囊，本以为父亲准备带着他下山，但没想到父亲却开口说道：“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也得猎一头老虎回去吧。”男人知道他这么说并不是真的想要猎虎，而是对于男人这2天的表现还算满意，想要再和他多待一会儿。男人表面高兴地跟上了父亲的脚步，2人再次踏入了深山老林。可没走多远，父亲却突然让男人闭上双眼，目标在右侧100米外，比昨天更远一些。这次你要感受风的动向，让你的真气乘风而行。男人心中疑惑，却又不敢多问。自从他修炼武功之后，还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真气融入风中。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教过他，而且他也没有从任何秘籍中看到过记载，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他按照昨天的方法，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一缕真气，同时耳边传来了父亲的指导，以最快的速度将真气延伸到目标所在的位置。可是想要将真气融入风中，谈何容易？
他能感觉到风，也能感觉到真气，但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始终无法交汇。男人尝试了各种方法，但始终不得要领。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催促，只是背着手静静地站在那里，这让男人感受到了一丝孤独和落寞。也就在这无意之间，他释放的真气和风相互纠缠在了一起，就这样乘着风不断向远方蔓延，直到触碰到了那只老虎。男人惊讶地睁开双眼，他已经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老虎的位置和气息，同时父亲也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似乎没有想到男人竟然这么快就掌握了这种技巧。你要勤加练习，当你释放出的真气越多，你的寿命也将越长。男人兴奋地表示他记住了。随着夜幕降临，男人从吉囊中取出了他的杀手锏，一坛美酒。父亲喝完连连赞叹真是好酒，可男人却装出了一副这酒太烈的表情。虽然他的酒量很好，但他并不想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太张扬，可这副表情却让父亲一阵嘲讽，哪有魔道中人喝个酒都哭爹喊娘的。男人并没放在心上，酒量差又能如何？比起毒酒，我更怕人心。父亲冷笑一声，出乎意料地问道，如果为了活命，你会杀了我吗？男人沉默了片刻，直接表示他不会，为人子女又怎么能伤害父母呢？可其实这是他的谎言，如果真的有必要，他一定会杀了父亲。这是男人第一次跟父亲这么聊天，于是反问道，那父亲你会杀了我吗？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如果你连这件事都要考虑的话，那就不要轻易说出人心这两个字。这一刻，男人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自从狩猎场回来之后，男人便一头扎进了练功房，开始苦练父亲传授给他的气之延伸术。此时的他已然能够熟练地将真气融入到风中，并且释放的数量已经从1条变成了4条，这不禁让他感叹真是太有趣了，简直就像是多了几条命，以后就可以提前洞悉想要袭击自己的敌人，而且继续修炼下去。如果能像父亲一样同时释放数十条真气，那么他就可以识破敌人的隐身术。只可惜哪怕是这么厉害的父亲，最后还是输给了花无忌，甚至连天魔殿也被他彻底毁灭了。要知道天魔殿作为天魔神教的禁地，里面不仅设有3道阵法和6重机关，而且以天魔殿为中心，8魔尊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势力，驻守在天魔殿的8个方向，时刻护卫着教主的安全。其中北方是由一花剑尊领导的北天剑家，他们个个都是用剑的高手；南方是血天刀魔统领的南刀宗，这些人的刀法极其霸道凶狠残暴；东方和西方则分别是不败拳魔统领的东拳门和摄魂魔统领的西幻城。至于其他4个方位，也是由各领域的高手驻扎在此。曾经的男人原以为敌人是从外部攻破了天魔殿的，直到后来才知道，在那天晚上天魔殿的外部防御根本就没有被攻破，这也就意味着一定是8魔尊中的某个人把花无忌带进了天魔殿。至于那个叛徒，有可能只有1个人，也可能更多。不过不管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男人的心里，8魔尊通通都是叛徒。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为父亲报仇，而是纷纷选择了封山闭门苟且偷生。这件事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男人对于他们未来过着什么样的人生，以及怎么死的，他都很了解，所以他要好好利用8魔尊。想到这，他大步朝着门外走去，可这时门外却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只见几人对着李安破口大骂，死肥猪，快把李公子带过来。男人缓缓走出房间，他并未理会来人，而是对着李安关切地问道，我修炼的时候不是让你先去忙吗？难道你一直守护在这里？李安只是小声地说着，保护您是我的职责。看来这几天他一直守在这里，寸步未离。也就在2人言语间，来人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李公子，你终于出来了，没想到你竟然躲在里面修炼了这么多天。说话的正是血天刀魔的2弟子梁栋，这家伙和巨平浩一样都是人渣，之所以他敢如此猖狂，都是因为男人的父亲曾说过，凡是教内的人都可以当上继承人，这也就勾起了教内一些人想要通过打败天魔的儿子扬名立万的欲望。男人冷冷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您还不知道吗？巨师弟已经被您打成了废人，所以呢，你是想让我去照顾他吗？梁栋闻言大怒，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吗？可男人并不吃他这一套，我们之间好像还没有熟到可以开玩笑的地步吧。梁栋被男人的态度气到火冒三丈，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如此的轻视，他怒斥男人要为师弟的事情负责。男人知道这家伙让自己去道歉只是个借口，因为血天刀魔没有指定南刀宗的继承人，所以他的弟子们都在想方设法的讨好他。梁栋就是想要借此机会在血天刀魔面前表现自己，于是男人直接戳穿了他的目的，你以为这么做就能成为血天刀魔的继承人吗？男人似笑非笑，然而下一秒却脸色一变，真正应该道歉的是你才对。梁栋一愣，道什么歉？你刚才侮辱了我的护卫，你必须向他道歉。梁栋上下打量了李安一番，眼中充满了不屑。李安也并不想追究这件事，但男人又怎会再次让他受这种委屈？他大步朝着梁栋走去，如果你跪下向我的护卫道歉，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这可把梁栋彻底激怒了，他大声吼道，就算死我也不会下跪的。而男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只见他冷冷一笑，缓缓拔出武器。梁栋不可置信，你疯了吗？难道你真的要为了那个肥猪杀了我吗？男人剑指对方，我的部下值得我这么做。顿时场面开始剑拔弩张，梁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杀气腾腾，同样拔出了武器。既然这样，那我就砍下你一条胳膊为师弟报仇。他很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将男人打败，但仅一瞬间，男人手上的宝剑便贯穿了他的头颅。要怪就怪你这张嘴巴，不仅侮辱我的部下，而且没有向他道歉。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男人竟然真的杀了梁栋，就连李安也愣住了，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少爷吗？
剩下的2人指着男人怒道：“你这么做能承担后果吗？”可男人依然神情冷漠：“你的嘴巴和你的师兄一样臭。”此话一出，2人顿时闭上了嘴。替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的师傅，如果敢胡说八道，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算账的。就这样，他们背着梁栋的尸体灰溜溜的离开了这里。而此时的李安看向男人的眼神充满了复杂，他不明白少爷为什么要为了他这种小人物做这种事，男人又怎会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血天刀魔不会善罢甘休的，男人却让李安不用放在心上，他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人而已。况且血天刀魔也不敢动手，因为就算他出面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会被骂养出了一个没用的徒弟。事实也的确如此，男人不仅会没事，而且可以得到不少好处。他这些做法可以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如果说成为教主继承人是按分数计算的话，那今天男人算是加了1分。听到自家少爷这番解释，李安这才放下心来。谢谢您少爷，刚才您为我出头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男人微微一笑，你当然要感谢我，而且一辈子都不要忘了这一天。李安笑得很灿烂，既然我已经回来了，那以后你也要像今天一样永远笑下去。男人用40年时间终于回到了过去，本以为一切终将在他的掌控之中，却没想到不单是自己那难以琢磨的天魔父亲，如今就连这看似和蔼的老头也令他难以招架。此刻他坐在院子里看着那皎洁的月亮，回想起上一世自从魔教被灭门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如果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找花无忌报仇，可能当时的他早已经崩溃，所以这一次他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然而就在他想得入神的时候，突然一道寒芒在月光下闪过，只见一把巨大的钢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刀身上寒光闪烁，杀气逼人，男人甚至可以从上面看到自己那惊讶的表情。而随着刀锋缓缓下移，一个身影出现在男人的面前，来人身材瘦削，满脸皱纹，可他的眼神却如同鹰隼一般锐利，正是血天刀魔具天波。男人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上了门，随着一股冰冷的魔气从刀身上散发而出，男人不禁疑惑，面对这把刀我真的能躲开吗？这一刻他顿感呼吸困难，汗毛直竖。很显然，虽然他拥有前世的修炼经验，以他现在的修为是绝对躲不开的。就在男人万分紧张的时候，刀身上那冰冷的魔气却突然消失不见。下一秒，血天刀魔直接坐到了男人身边，他用刀柄轻轻戳了戳男人的腰，满脸笑意的询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弟子？”他的语气就像是一个和蔼的老头，和刚才那杀气腾腾的样子判若两人。男人毫不隐瞒，因为他太蠢了。这世上还有比招惹天魔疼爱的幼子更愚蠢的事吗？听到这话，血天刀魔用那锐利的眼神直盯盯地看着男人。下一秒，只听唰的一声，血天刀魔再次将刀横在男人的脖子上。要不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送给教主，看看他到底疼不疼你？感受到刀锋上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男人后退了一步。血天刀魔随即在地上挥舞了2刀，将一条直线一分为2，长的部分是短的9倍。这是天魔对我们的重视程度，长的是我，短的是你。男人沉默了片刻，不急不缓用手指在长线的中间再次画了一条线。我毕竟是他的儿子，应该至少有这么多吧？血天刀魔阴恻恻地笑道：“如果我把你的脑袋送给教主，看他会不会杀了我？您是不是太小看天魔身为父亲的感情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说着，血天刀魔笑眯眯地盯着男人，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爆发而出。“不用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毕竟天魔有2个儿子，而您只有1个。”血天刀魔哈哈大笑起来：“你小子果然比我的弟子聪明多了。我这个人命不好，所以你最好离我远一点。”说罢，他便化作一道影子消失在黑夜当中。看着血天刀魔消失的背影，男人这才从惊魂未定中回过神来。他连忙检查起自己的身体，刚才被血天刀魔用刀柄戳的地方，此刻已经浮现出2道淤青。这老东西果然不是好惹的。他表面上看似疯疯癫癫，其实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刚才的每个举动必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虽然男人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时刻保持着警惕，然而仍旧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就意味着哪怕他已经回到了过去，也不代表他就是安全的。就像血天刀魔曾2次说过要砍下他的脑袋，说明他的确有这种打算。想到这，男人陷入了沉思。这老家伙应该是来试探自己的，难道自己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血天刀魔吗？次日，男人仍旧埋头练习着父亲传授给他的秘术。此刻他的真气在黑暗中穿梭，周围的一切，哪怕是一只小虫子，他都能感觉到。可突然，他的真气似乎被什么物体抵挡住了。他满心疑惑来到屋顶，却发现父亲正在不远处看着自己。还不等男人开口，父亲便直接询问道：“听说你把血天刀魔的徒弟杀了？”男人并没有隐瞒，那家伙罪该万死。可是血天刀魔因为这件事已经找过了我，并且还要求我惩罚你。听到这话，男人也感到有些意外。看来对方是想通过父亲试探自己有没有被当成继承人。此刻天魔缓缓开口：“所以我决定惩罚你。”可男人不明白，这明明就是他的弟子咎由自取，您没有理由惩罚我。理由这个东西，我可以随便编一个就行了。你在打猎的时候曾问过我，在8魔尊中我最信任谁？当时的我并没有回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不仅是魔尊，我谁都不相信。此话一出，男人也为之一惊。可不等他问出心中的疑惑，天魔再次说道：“你曾说过要整顿本教的纲纪，现在告诉我你心中真正的想法。”听到这话，男人眼神顿时暗淡了下去。他顿了顿，然后说出了深埋心底的想法：“我觉得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已经失去了作为魔道的真正意义。”父亲惊讶地看着男人，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认为魔道的信念就是铲除世间绝对的恶，
所以我不认为正道是我们的敌人。男人知道这番话会让父亲很难接受，但他还是继续说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人类无法想象的邪恶，他们卑鄙残忍，就连恶魔都会感到不耻。我认为正道所追求的正义或许可以战胜一些小恶，但却无法打败那些绝对的恶，因为他们天生慈悲，所以永远无法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恶徒痛下杀手。只有用更加卑鄙的方法才能真正消灭那些绝对的恶。父亲静静地听着男人的话，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专注。所以我并不在乎自己是善是恶，只有当那些连正道都无法战胜的邪恶跪倒在我们面前时，整个武林才会真正臣服于我们，这才是真正的魔道。这些话并不是男人从魔教学到的，而是在生死边缘无数次挣扎后悟出来的道理。他相信父亲肯定从来没有听过。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真正的魔道，那么魔道肯定坚持不了太久。所以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整顿内部。此话一出，就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他开始思考，开始权衡。这一刻，父亲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我终于明白了血天刀魔为什么要让我惩罚你，他一定是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所以想借我的手来试探你。那他一定是看到了我成为继承人的潜力，也说不定他是把你当成了背叛魔教的危险分子。但无论是哪个，这老东西倒是还挺有眼光的。父亲看着男人，眼神中充满了复杂。这一刻，他似乎做出了某个决定。他转身留下一句：“跟我来。”片刻后，父亲带着男人来到了密林深处的一座石室门口。石门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赫然写着3个大字：小天洞。小天洞是天魔神教的试炼之地，只有那些有资格成为教主继承人的人才能进入其中。据说小天洞进去容易，出来却很难，其中通过试炼活着走出来的人还不到一半，就连男人那野心勃勃的哥哥也不敢轻易踏入其中。想到这，男人好奇地询问：“父亲，难道您想让我进入这里面吗？”天魔眉头微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进去过。”男人好奇：“那您在里面待了多久？”2个月。听到这个回答，男人顿时震惊不已。要知道，父亲可是历代天魔中被认为资质最好的人，竟然也花了2个月时间。天魔似乎看出了男人的疑惑，虽然我花了2个月，但进入这里的人平均都要花上3年才能出来，而进入这里面便是天魔对男人的惩罚。这一刻，男人看着父亲那毫无波澜的表情，他也开始捉摸不透。他不知道自己这个父亲是真的不在乎他的生死，还是说希望他在里面变得更强。不过那又怎样？既然如此，那我一定会比您更快出来的。只要进入这里，就能获得成为天魔的资格，但每10个人当中只有5个人能活着出来，并且他们在里面平均都要待上3年时间。哪怕是被称为历代最有资质的现任天魔，也足足耗费了2个月半。而如今，这里却被当成了用来惩罚男人的手段。此刻，男人沿着通道缓缓前行，这里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阴暗潮湿，反而被装饰得非常精致干净，这不禁让男人感到十分好奇，这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去无回？而随着男人不断的深入，在穿过第1条通道后，他在一座广场的入口处看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这一关的试炼内容：1. 不使用剑气和剑罡将所有敌人斩杀； 2.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试炼，10天后才可以再次挑战； 3. 准备好了就站在红圈里。男人环顾四周，发现墙角放着几个大缸，里面装满了辟谷丹，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站到了红圈里。随着地面轰然裂开，数十个木头人从地底钻了出来，在每个木头人的身上都标注着红色的记号，看来这就是需要砍掉的部分。男人本能地拔出长剑，随着刷刷刷几道剑影划过，木头人纷纷倒下。就在男人以为这比想象中还要简单一些时，木头人竟突然开始缓缓下沉。男人大感不妙，如果让他们真的沉了下去，那他就得再等10天才能重新试炼。随即他连忙改变目标，优先将那些快要沉入地底的木头人击碎。渐渐的，他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在最后一刻将所有木头人击碎。这一关虽然看似考验一个人的身法，但其实更像是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因为只有在瞬息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真正通过这一关。随着第1关测试结束，前往第2关的石门也缓缓打开。正当男人准备进入第2个石门时，突然发现墙壁上刻满了字迹，那是之前挑战者写下的留言。他们有些试了几次，有些试了几10次，甚至有些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离开这里。而在最底下，男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笔记：一群废物，那是他的父亲留下的。男人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父亲只用了1次就通过了这一关。不过他骂的那些人可都是自己的祖先了，这也未免太嚣张了吧。来到第2关的试炼场地，男人看到周围的墙壁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而在入口处同样放着一块石碑：1. 使用墙上的武器在1个时辰之内将铁球劈成2半，可以使用剑气和剑罡； 2.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试炼，20天后才可以再次挑战； 3. 准备好了就站在红圈里。男人深吸一口气，再次站到了红色的圆圈里。下一秒，一个石台从地面升起，而那石台上正摆放着一个西瓜大的铁球。可看着这个铁球，男人陷入了沉思。他并没有马上动手，反而仔细地观察了起来。如果使用剑罡去劈这个铁球，1个时辰劈开100个都绰绰有余，那么肯定有其他的原因。他走到墙边，拿起一把普通的铁剑，然后用力劈了下去。随着当啷一声脆响，铁剑应声而断，但铁球却毫发无损。果然没那么简单。既然如此，那就使用剑罡快速进入下一关吧。随即他将内力注入剑身，顿时一股青色的光芒散发而出，这便是剑罡。可就在男人准备劈下的时候，突然他心中一动，这样做也太简单了吧。这一关的惩罚时间是第1关的2倍，也就是说不可
可能这么简单就让人通过，不如先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吧。随即他走到墙边，查看起那些挑战者的留言，上面几乎所有人都是使用剑罡将铁球劈开的，他们认为不使用剑罡劈开铁球根本就是骗人的。最底下男人找到了父亲的留言，直接写了一句见了鬼了，发热就输了。看着这句话，男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理说父亲应该像第一关一样直接开骂了，可他却多写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必定是一句警告。于是男人开始重新整理思绪，在第一条规则上写着可以使用剑罡，而不是必须使用剑罡，再加上父亲那句警告，他明确了一点，那就是绝对不能使用剑罡，因为一旦使用剑罡剑就会发热，也就是说他必须在1个时辰内找到不使用剑气或剑罡劈开铁球的方法。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男人尝试了各种方法，可铁球上甚至连个痕迹都没有留下。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男人逐渐开始烦躁，他不甘心，难道最后只能使用剑罡通关了吗？他叹了一口气，也就在这无意间，一缕真气也随之释放而出。突然他想到了父亲教他的气之延伸术，于是他缓缓闭上了双眼，开始使用真气感知铁球的表面。就在铁球被完全包裹的那一刻，男人猛地睁大了眼睛，因为他发现在铁球的表面有一条肉眼无法察觉的纹路，沿着铁球的表面围成了一圈。这一刻男人确信这就是答案，于是他再次闭上了双眼，通过真气引导手上的长剑，快速朝着那条纹路劈了下去。只听唰的一声，没有丝毫阻力，铁球便被劈成了2半。男人大喜过望，然而令他感到更加惊讶的是，在铁球的内部竟藏着一颗丹药，一颗魔晶丹。吞下这枚丹药就可以大幅度提升修为，但作为天魔神教的秘制丹药，炼制1枚需要花费整整10年，如今却被放在铁球里供后人试炼。可纵观历代试炼者，能够真正拿到它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一旦使用剑罡劈开铁球，产生的高温就会破坏里面的丹药。男人在父亲的提示下也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枚魔晶丹，如今的他最需要的恰好就是内力，这不禁让他感叹，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能够设计出这个机关的人真是巧夺天工，这对于那些能够沉下心来认真思考的人无疑是最好的奖励。想到这，他毫不犹豫地将魔晶丹一口吞下，然后盘膝而坐，开始运转功法。一股清凉的气息瞬间传遍全身，他的经脉在药力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而随着内力不断涌入丹田，他的丹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膨胀。前世的他服用过很多丹药，所以吸收药力对他来说并不难。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2个时辰，魔晶丹的药力已经被他完全吸收。他站起身，挥舞了几下拳头，感受到身体传来的力量，他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来父亲教他气之延伸术，就是为了让他找到铁球上的那条纹路啊！平复了一下心情后，男人继续朝着下一关走去。他来到了第3关的试炼场地，入口的石碑上同样写着3条规则：1. 分辨生死； 2. 如果挑战失败5天后才可以再次挑战； 3. 准备好了就站在红圈里。看到第1条规则，男人陷入了沉思，这让他隐隐感到有些不安。可他还是没有迟疑，果断站进了红圈里。下一秒，一个石桌从地面升起，在石桌上放着10株药草。他顿时明白了这一关要考验的内容——辨别药草的能力。曾经的他为了找到鬼灵子所说的材料，走遍了5湖4海，因此他不仅能区分各种各样的药草和毒草，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功效。所以这一关对于他来说可谓是轻而易举。他自信满满地拿起了1株药草，很快石桌缓缓下降，然后又升起了一个石桌，上面依旧放着10株药草，但种类却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原来如此，为了防止有人侥幸过关，这一关需要连续选对2次才行。很难想象，这对于不懂药草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困难。而在连续2次选对药草后，通往下一关的石门也缓缓打开。男人走到石壁前，看起了前人留下的留言，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试吃来找到答案的，有些人甚至因为试了太多次，头发都掉光了。而在最下面，男人也看到了父亲的留言，同样他开口就是大骂，不过还是留下了一句警告：不要相信运气。他知道父亲一定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法，这一关他肯定花了不少时间。不过幸好他们父子俩的头发都保住了。第4关也就是最后一关，这一关只需要在生死幻影阵中活下来，但生死幻影阵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阵法，在阵法中死亡就等于真正的死亡。这一次男人慎重地查看起墙上的留言，在父亲的留言中，这一次他没有骂人，只是留下了一句：不要停下来。这句话像是对男人未来人生的忠告。他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当他走进红圈的那一刻，只听嗡的一声，生死幻影阵启动，周围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转眼间他便来到了一片荒漠之中，那炽热的沙子仿佛就像真的一样。这就是顶级阵法的力量吗？也就在这时，狂风大作，一群干枯的人影凭空出现。虽然这是阵法幻化出来的怪物，但男人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杀气。可他没有丝毫畏惧，反而一脸兴奋，这正好可以测试一下如今他的实力。想到这，他直接拔出了武器，纵身一跃冲进了人群。他挥舞着长剑，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斩杀。因为吸收了魔晶丹的缘故，现在的他使用内力变得更加简单。他开始调动全身的内力，一股能量从剑身上爆发而出，下一秒几道寒芒闪过，周围的怪物顷刻间化为了碎片。然而正当他准备休息片刻时，数十只怪物再次凭空出现，这一次他们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很多。男人突然想到了父亲的那句话，
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提醒，在生死幻影阵中必须用有限的内力战胜所有的敌人，因为在真正的战斗中根本没有时间恢复内力。不过这却让男人更加兴奋起来，毕竟只有不断进行这种命悬一线的战斗，才能让过去的领悟和现在的身体完美融合。就这样，他的速度越来越快，攻击也越发犀利。终于，在他力竭的最后一刻，最后一只怪物也倒在了他的剑下，同时生死幻境也随之消失。通往出口的石门缓缓打开，而在石门旁的石碑上，男人看到了通关的祝贺：恭喜你成功通过试炼，希望你能为天魔神教的发展贡献你的力量。这一刻，男人终于露出了轻松的表情。小天洞的试炼到此结束，父亲用了2个月才得以通过，可他却仅仅只用了1天时间。如果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人们肯定会怀疑他是不是作弊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男人当即决定，他要在这里继续修炼，直到把领悟到的东西彻底掌握。就这样，100天之后，男人站到了父亲面前，他装出一脸的失望，表示他已经尽力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打破父亲的记录。父亲只是淡淡的问道：“你劈开那个铁球了吗？”“劈开了，我按照您的提示找到了那个缺口，而且在最后的幻阵中我也没有休息。”听到这里，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那不是嘲讽，也不是冷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但那抹笑容却转瞬即逝。看来你还不算太笨嘛。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前世男人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享受着子女们为了争夺教主之位而互相残杀的景象，但现在他明白了，他只是为了天魔神教的未来，才不得不忍受子女间的相残。也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二公子，您真是太厉害了，竟然只用了100天就通过了小天洞。”来人正是天魔神教的总军师司马明，可他不仅是总军师，而且还是天魔神教情报机构通天阁的阁主，拥有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深得父亲的信任。男人打过招呼后，司马明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直接开口说道：“正好我有件教内的事想和您商量一下。”男人略感奇怪，他刚从小天洞出来，对方就找自己商量教内的事，也就是说这一定是父亲的意思了。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说魔军内部有人贪污，而去年我们也收到过类似的举报信，黄泉阁曾派人调查过，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不仅派去调查的人员被杀，就连杀害他的魔军也自杀了。听到这话，男人不由得一惊。要知道魔军是天魔神教的精锐部队，里面的成员都是心狠手辣之辈，而他们的统领正是血天刀魔的亲弟弟，这怎么又和血天刀魔扯上关系了？所以我希望二公子能作为这次的调查员处理这件事。中原武林有这么一支精英部队，里面个个心狠手辣，生性残暴，可在他们内部如果有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将会被处以极刑。所以那些贪污的人总是会想方设法掩盖罪行，他们并不会因为男人是天魔的儿子就手下留情。而且血天刀魔已经发出过警告，让男人离他远一点，如今却被要求去调查他的弟弟。男人知道这是一次考验，一次极其危险的考验。您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司马明直言道。没错，这次任务非常危险，您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男人看向台上的父亲，他依旧面无表情，一副冷漠的样子。他质问男人：你不是说过要掌控他们吗？难道是害怕了？男人无奈地摸了摸头，那是等我成为教主之后的事。不过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能不接受呢？随即他坚定地回答道：这个任务我接下了。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虽然男人不知道父亲的计划是什么，但他一定会给他们一次精彩的表演。看到男人如此爽快就接下这个任务，司马明似乎感到有些意外。他听说二公子最近的变化很大，如今看来传言所说非虚。次日清晨，一个身材矮小、眼神忧郁的男子走进了男人的房间，他就是黄泉阁派来的调查员徐大龙。男人露出了一脸的失望：怎么是你？我不是让司马军师派一个美女过来吗？徐大龙面无表情，仍旧一副幽怨的样子。然而他却开口说道：也许在司马军师的眼中，我就是美女吧。这样的回答让男人有种想上去揍他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强忍住了。好了，我们开始工作吧。说说你对魔军统领了解多少吧。魔军主名叫巨天壤，是血天刀魔巨天波的亲弟弟。他登上魔军主之位至今已有8年，期间执行过各种危险的任务，并将魔军打造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精锐组织。徐大龙将魔军主的信息详细的讲了出来，也就是说他干得还不错。是的，徐大龙好奇二公子为什么要这么问。男人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难道你不想调查魔军的腐败问题吗？徐大龙没有任何思考，直接回答道：我想过，那为何你看起来总是一副消极的样子，完全没有一点干劲？徐大龙沉默了片刻，因为我知道即使揭露了腐败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徐大龙的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一时间男人竟不知该如何接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层不改变，那么本教就永远不会改变吗？徐大龙并没有回答，但从他那悲观厌世的表情，男人已经知晓了答案。你还记得上次那位被杀的调查员吗？这么危险，难道你不害怕吗？一点都不怕，死去的调查员就是我的师兄，他曾经教导过我。徐大龙语气平静，却难掩悲伤。听到这话，男人也不由得一惊，他看向眼前这个忧郁且坚定的男子。或许他之所以对魔军里每个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师兄报仇吧。随后两人来到了魔龙院。魔龙院作为魔军成员的居住地，位于魔教外殿西区。可两人刚到门口就被2名壮汉拦住了去路。你们从哪里来的？黄泉阁特别调查官徐大龙，都给我闪开！徐大龙虽然身材矮小，但气势十足。然而这2名壮汉并没有被他吓到，
反而出言嘲讽道：“特别调查官，我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嘛，没有上级的出入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徐大龙直接出示了一封命令书，2名壮汉这才稍微收敛了态度，表示他要先去向上级报告一下。徐大龙却毫不畏惧，直接打断了他们：“我们要见的正是你们的上级，现在都给我让开！”可2名壮汉坚决不让，顿时双方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管你小子是谁派来的调查员，到了这里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矩。此话一出，徐大龙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可面对如此高大的2人，他又打不过。正当他有些不知所措时，男人终于开口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男人缓缓向前走去，但那2人依然没有退缩的意思。“我们知道，既然你们知道，那还敢这样？”说着，男人直接2脚命中他们的重要部位，砰砰2声，2人捂着下体痛苦的在地上翻滚。看到这一幕，徐大龙顿时愣住，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男人就招呼他赶紧带路。可还没等2人到达主楼，他们又被一群魔军团团围住。徐大龙高举着命令书，大声喊道：“你们这是在公然阻挠黄泉阁的调查，是想都被关进地牢吗？”然而他的警告对这些人毫无作用，他们只是轻蔑地笑着。也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分开人群走了出来。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这里撒野？来人正是魔军1大队长高党。看到来人，徐大龙迅速向男人传音道：“这家伙虽然只是个大队长，但实质上是魔军中的2把手，据说心狠手辣，臭名昭著。”传完音后，徐大龙毫不畏惧地表明了来意，但这却再次遭到了众人的无视。无论是守门的还是眼前这个高党，都嚣张跋扈到了极点。面对这种情况，徐大龙也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求助于男人。男人大步走到高党面前，竟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高大队长，好久不见。”高党虽然满脸疑惑，但还是握住了男人的手。可下一秒，男人脸色一变：“我需要立刻见到魔君主，还请高大队长行个方便。”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力，同时他向高党传音道：“你要是敢轻举妄动，那么这辈子就别想再用这只手了。”感受到手上传来的剧痛，高党只能乖乖地为2人让路。目睹这一幕的手下个个面面相觑，不明白一向强势的队长为何会如此轻易就范。就这样，2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主楼。徐大龙忍不住好奇，询问男人：“难道认识高党吗？”“不认识，今天是第一次见。”“那你怎么？”“我刚才握手的时候把他手骨捏碎了。”此话一出，徐大龙惊呼了一声，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2公子竟会不动声色地废掉魔军大队长的一只手。想到这，他不再停留，带着男人便往魔军主的房间走去。可当他们来到门口时，同样的一幕再次出现。这一次不等徐大龙开口，男人直接夺过徐大龙手上的命令书。看清楚这道命令书上的印章了吗？阻拦他就是在阻拦教主的命令，难道你们连教主也敢轻视吗？此刻男人直接搬出了他天魔父亲的名号。看清楚这道命令书了吗？阻拦他就是在阻拦教主。听到教主2字，守卫顿时面露惧色。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有人在亮出公文的同时还搬出天魔的。也就在这时，房间内传来一个声音：“让他们进来吧。”守卫如释重负，连忙打开房门，请2人进入。此刻魔君主巨天壤端坐在藤椅上，与他的哥哥血天刀魔相比，虽然他们容貌相似，眼神也如出一辙，但巨天壤的眼中缺少了一份狠厉。不过他身上的气势也同样逼人，在那强大的威压下，徐大龙已经开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男人却毫不畏惧：“你们成群结队的出来找茬，看起来很闲吗？不如多读点书，长长脑子。”巨天壤大嘴一咧：“无知者无畏吗？”此言差矣，如今的人越是无知越精于算计。说话间，2人开始针锋相对。可巨天壤毕竟掌管魔军多年，总是不动声色就将男人的话化解。巨天壤询问男人为什么要负责这次的调查，男人便以父亲的惩罚作为推辞。巨天壤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男人心里明白，对方肯定在绞尽脑汁地猜测教主的用意。巨天壤假装漫不经心，询问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收到了匿名信。徐大龙正想找个借口转移话题，男人却直言不讳，大方承认了。一旁的徐大龙顿时大惊失色，不过男人用眼神示意他稍安勿躁。而这一幕也被巨天壤尽收眼底，他开始极力撇清自己的嫌疑，但男人并不吃这一套，他依旧面不改色：“我们会尽快结束调查，这段时间还请您多多配合。”听到这话，巨天壤原本僵硬的表情稍微舒缓了些许。你我之间何必说这种见外的话？可男人又怎么会被他的话迷惑？大家都知道血天刀魔支持我的兄长，不是吗？此话一出，房间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可巨天壤仍旧一副笑盈盈的样子。话虽如此，但哥哥是哥哥，我是我可是支持2公子的。男人顿时被他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逗笑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着他便起身准备离开。可这时巨天壤却突然补充了一句：“你最好小心一点，我是真的担心你。”男人脸色一冷：“是担心我像上次那位调查官一样被人杀害吗？”顿时房间陷入了安静，但很快巨天壤连忙笑道：“既然教主派公子前来，那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听到这话，男人不再停留，他转身朝着门外走去。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巨天壤正用凝重的目光死死盯着自己。看来父亲派我来的原因，是要我和他之间只能活一个呀。与此同时，天魔殿内，司马明看着天魔擦拭着宝剑，一言不发。良久后，这才开口：“这次的事情应该由我亲自处理的，而不是2公子。”天魔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即又恢复如常。那家伙说我们已经失去了魔道。司马明心中一惊，这话不仅是对天魔的冒犯，也是对身为总军师的他的质疑。但比起愤怒，
司马明更多的是不安，所以您才派他去送死吗？天魔面不改色，既然他敢说出这种话，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句话彻底让司马明愣住了，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要让二公子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次日，魔龙院走廊中央，一只死乌鸦被挂在了魔军最常经过的地方。消息传开后，魔军成员纷纷赶来围观，有些人面露好奇，但更多的是怒目圆睁，破口大骂：真是晦气，竟然把死乌鸦挂在这里！难道调查官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他们胸前的衣服上都绣着代表各自大队的数字。骂得最凶的正是之前和男人发生过冲突的一大队成员。就在这气氛剑拔弩张之际，一个人终于按捺不住站了出来：你们太过分了吧！他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紧接着，一名男子走了出来，此人正是魔军3大队长张虎。张虎是所有大队长中武功最强，脾气也是最厉害的人。张虎的气场很强，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比了下去，但男人却平淡如水。张大队长，你有什么不满吗？难道非要我说出来吗？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挂这种不吉利的东西，你是什么意思？有人把这东西扔到我的床上，我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听到这话，张虎收敛了一点情绪，你不该没事找事，只要把幕后之人找出来不就行了吗？男人静静地看着张虎，他知道对方不会轻易妥协，随即他厉声喊道：既然如此，那就从第3大队开始吧，现在立刻把所有的记录交上来，包括最近的行踪，还有钱庄的记录。此话一出，3大队的成员顿时闹开了锅，张虎更是暴怒如雷：你们太过分了！顿时气氛再次剑拔弩张起来，眼看在气势上压倒不了对方，张虎猛跺一脚，一股磅礴的内力将周围的地面震为了齑粉。可这又怎么可能吓得到男人？他警告对方，如果胆敢妨碍调查，就以谋反罪论处。听到谋反2字，旁边的队员连忙上前劝阻张虎，可这时男人却火上浇油地说道：就先从你这个3大队长开始查起吧。顿时张虎周身魔气涌动，他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你会后悔的。片刻后，3人来到房间对视而坐，可此时男人却突然压低了声音，平静地看向眼前的壮汉：你还要试探我到什么时候？张虎顿时愣住了，可仍旧表现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男人直接开门见山：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吧？张虎瞳孔猛地一缩，其实他并不擅长说谎，此刻的他眼神闪烁，语气也开始颤抖。最后他终于承认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此刻张虎语气低沉，仿佛变了一个人。男人知道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打消魔君主的怀疑，况且他的手下也是所有队伍中最守规矩的。之前在男人挂死乌鸦的时候，只有他队伍中的人没有嘲笑和谩骂，除此之外，他们更是纷纷站出来为张虎说话。由此可以看出，张虎的确治军有方，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无法容忍组织内部出现腐败现象。其实男人并不是通过这些细节才确定是张虎写的举报信，而是在得知张虎是所有大队长中武功最高的人之后，他想起前世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魔军中有一位大队长被杀，而那人正是所有大队长中武功最高的。可既然他武功那么高，又怎么会被人杀害呢？所以男人几乎可以断定，那位被杀的大队长就是张虎。那么他肯定是因为举报了魔军的罪行，这才惨遭毒手的。张虎表示自己当时也不确定举报信是否有效，所以没有写得太详细。他担心黄泉阁已经被血天刀魔掌控，只是没想到二公子会亲自前来调查。当时的他以为一切都完了，不过现在看来并非他所想。男人感慨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坦诚吗？张虎一脸懵逼：你不也一样年轻吗？男人笑了笑，接着询问魔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虎神情顿时暗淡了下来，原来魔君主私下收受钱财，派魔军去执行暗杀任务。此话一出，男人大为震惊，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他原本以为魔君主只是收钱包庇一些地方势力，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胆大妄为。魔军中高手如云，看来他们的雇佣费用也肯定十分高昂。徐大龙不明白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瞒天过海的。这一刻，男人恍然大悟，看来整个1大队都参与其中了。之前他刚来的时候，第一个阻拦的就是他们，而在看到死乌鸦后，骂的最凶的也是他们。他们行动一致，显然是训练有素。男人好奇张虎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张虎神情一致，原来之前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正是张虎的好友，他和张虎同期加入魔军，情同手足，而那封匿名信也正是他写的。直到死的那一刻，他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虎。对于这件事，前世男人并没有听说过，他只知道张虎死了。看来这件事最终还是被压了下去。男人好奇为什么不早点说。张虎解释，他们在杀了自己的好友和调查官之后，就开始对内部成员严加监视，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那你认为是谁杀了他们？应该是魔君主指使，1大队长高档亲自动的手。听完这些，男人陷入了沉思。如果张虎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件事就大了。魔君主和整个1大队都参与其中，还杀害了调查官。男人心中疑惑，难道父亲和司马明真的不知道吗？男人觉得他们肯定有所察觉，所以才派自己前来调查。看来他们是想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与魔君主抗衡。男人静静地看着张虎，你有一位很不错的好朋友。这一刻，张虎却羞愧地低下了头，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如果当初我能像他一样勇敢地站出来，那该多好啊！
看到这个几百斤的大汉当着自己的面流下了眼泪，一旁的徐大龙也深受感触。毕竟之前那位被杀的调查官也是他敬重的师兄，从他们的身上，男人看到了找回失去的魔道的希望。他希望未来能由这样的人来执掌天魔神教。这一刻，男人再一次坚定了心中的信念：前世张虎死了，但这一世不会，而且他还要救下更多不该死的人。回去的路上，徐大龙感到非常好奇，您和传闻中不太一样，那大家是怎么说我的？徐大龙有些尴尬，但还是直言道：他们都说您不适合当天魔。说完，徐大龙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男人却让他不要放在心上，或许他们这是在夸我呢。对于我来说，适合当天魔并不是一件好事。男人认为用恐怖统治来治理本教的方法已经落伍了，现在的魔教也该做出改变了。听到改变二字，徐大龙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但很快又暗淡下来。改变哪有那么容易？男人自然知道他心中所想，但如果不改变的话，他的整个家族都将彻底消失，而天魔神教也会走向灭亡。随后，他吩咐徐大龙在魔军内部散布即将开展大规模调查的消息。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事故就发生了。怒了！这是男人回归后第一次怒了。就在二公子要彻查所有魔军成员的消息传出后，当天晚上就出事了。此刻男人正在房间内休息，突然一名黄泉阁调查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片刻后，两人赶到现场，只见审讯室外的走廊一片狼藉。此刻魔军和调查官扭打在一起。见此情形，男人一吼声喝止住了众人。人群中一名调查官倒在血泊中，他的脸被打得面目全非，伤势严重。而一旁的徐大龙也满身是血的跪倒在地上。男人上前为他查看伤势，徐大龙却一心只担心自己的同伴。男人吩咐其他人把伤者送往医馆后，这件事的始作俑者竟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男人一脸冷漠地看向他，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没想到高党没有丝毫悔意，直接就承认了。他仗着身边都是他的人，所以他根本不害怕。男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你为什么要打伤黄泉阁的人？那人在走廊上撞到了我的肩膀，竟然还想让我道歉，那我只好出手教训一下了。对于这番话，男人又怎么可能相信？是你先故意撞他的吧？所以就算他道歉了，你肯定也不会就这么算了的。高党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而他的手下也纷纷附和着笑了起来。看着他们这嚣张的样子，男人冷声一句：看来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毒药。高党一脸懵逼，对于你的部下来说，你就是他们的毒药。这话听到高党耳中，却让他更为不解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男人并没有回答，而是厉声质问道：你去年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一名本教弟子，而前年则在酒馆与人发生争执，并且杀害了3个人。这些人因为都是无名小卒，所以轻而易举就被魔军封锁了消息。听到这些，高党仍旧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那些不尊重前辈的家伙都该死。就这样，他恶狠狠地看向男人，仿佛在说你也一样。男人的眼神越发冷漠。所以这一次我带来了一样东西，先斩后奏的权利。当众人听到先斩后奏4个字，周围顿时鸦雀无声。高党却冷笑道：有这个权利又如何？你又没有处决我们的能力。他的手下再次哄堂大笑。而这就是男人意味的毒药。愚蠢的人总是会被周围人的目光所左右。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时刻，高党竟然还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装腔作势，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男人向前迈了一步，高党的手下立刻围了上来，被自己的手下护在身后。高党越发嚣张起来，你若是敢对我们出手，就是与整个魔军为敌。男人面不改色，最起码我不会躲在部下的后面。高党举起缠满绷带的右手，要不是我这只手被一个卑鄙的家伙弄伤，你今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然而话音刚落，男人也举起右手，今天我也不用右手，我们俩单打独斗。显然高党也没想到男人会这么说，顿时就愣住了，但他仍旧没有认清现实。要是你受伤了，可不要向教主打小报告啊。听到这话，男人知道对方终于上钩了，于是向高党发誓，今天就算我死在这里，我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此话一出，高党顿时就兴奋了起来，他左手拔剑，在空中划出2道寒芒。然而一旁的徐大龙却不淡定了，他向男人传音道：高党的左手和他的右手一样灵活，所以他才敢如此自信的应战。不过这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丝毫意义，因为不论对方用哪只手，都不可能战胜自己。也就在这时，高党怒吼一声，挥剑向男人刺来。他招招狠辣，每一招都是想置男人于死地，但男人总是能轻描淡写轻松躲开。以男人现在的实力，就算使用左手也能轻松将其击败。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将战斗拖到了40个回合，只有这样才能不引起怀疑。见时机已到，男人握剑的手势快速变化，只是轻轻向上一抬，竟硬生生地斩断了高党的手臂。顿时一股杀猪般的嚎叫响起，男人则顺势一剑柄砸在高党的脸上。就这样，高党应声倒地。见此情形，整个走廊炸开了锅，他们纷纷拔出武器，怒吼着冲向男人。可他们这番举动在男人眼中是如此的可笑。下一秒，只见一道寒芒闪过，冲在最前面的几人纷纷捂住喉咙，跪倒在地上，鲜血瞬间喷洒在走廊的每个角落。谁也没想到男人会突然下杀手。这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没有人敢继续向前一步。此刻，男人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刚才的行为属于谋反。当谋反2个字一出，整个局面瞬间就被震慑住。男人不急不缓地看向高党，你知道那些被你杀害的人，现在他们的家人怎么样了吗？你肯定不知道吧，因为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失去了父亲、孩子或者丈夫，你觉得他们现在能过得好吗？看着步步紧逼的男人，
高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我错了，他满脸是血，眼中只有无尽的恐惧。可下一秒，只见男人高高抬起右脚，呼哧一声，狠狠地踩在了他的脑袋上。你算什么东西，竟然也敢杀我们的教徒！开始了！魔教二公子与魔君统帅的交锋终于开始了。在得知高党被二公子当场处决之后，当天晚上，巨天壤便派人找到了二公子。片刻后，城镇最豪华的青楼里，巨天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语气平和，邀请男人共饮一杯，却对于高党的事只字不提。直到酒过三巡，巨天壤屏退左右，试探性地说起了那件事。听说你和我的手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他故意轻描淡写，显然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知道魔君的大队长被杀，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足以让整个天魔神教都震动。但魔君主却只想把这件事压下去。男人大方地承认了，但却没想到巨天壤装出了一副无奈的样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况且那个高党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男人知道他这是想把所有罪名都推到死去的高党身上，可再怎么说高党也是他的心腹，他不想着为他报仇就算了，反而还要让他背黑锅，真是个冷血无情的家伙。也就在这时，巨天壤开始旁敲侧击，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调查，如果这件事要是闹大，对谁都没有好处。说着他放下了手上的酒杯，不如就此停手如何？一个大队长再加上3个部下的性命，应该足够了吧？听到巨天壤的话，男人的眼神开始变得暗淡，紧接着装出一副难办的样子。我也想息事宁人，但现在有个问题，我没有证据啊。既然这次我是奉命前来调查的，总得拿出些证据才能向上级交代吧。此话一出，巨天壤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证据的事好办，随便找个理由不就行了吗？这恐怕不行，毕竟我收到的举报信上写着一大队私自接受外部委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男人故意将举报信上提到的内容说了出来，为的就是打乱魔君主的阵脚。果不其然，魔君主马上就露出了些许慌张。不过男人并没有停下，想要结束这件事，就必须拿出证据。虽然男人并没有明说，但魔君主立刻就明白了男人口中的意思，只有他交出证据，这件事才能结束。在离开青楼后，男人直接来到了医馆。徐大龙看到他的出现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堂堂魔教二公子会为了一个不起眼的部下亲自前来。比起他的惊讶，男人更关心受伤的人现在怎么样了。魔医正在为他救治，谢谢您专门给他请来魔医。男人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哪怕现在的他只是暂时代理调查官一职，但他们都是自己的同事。然而他这随口一说，却让徐大龙再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片刻后，魔医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作为天魔神教医术最高明的神医，一般是不会随便给人治病的，除非是教内的高层人物。男人询问伤者的情况如何，得知对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只需静养一段时间之后，男人这才放下心来。紧接着他吩咐魔医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材把他治好。然而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房间内所有人露出了惊讶又感激的表情。回房间的路上，徐大龙好奇魔君主说了些什么，他希望我们到此为止，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高党身上。徐大龙难以置信，他最器重的手下死了，竟然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男人就打断了他的话。高党并不是他最器重的人，而是最有利用价值的人。如今他死了，自然会有其他人顶替他的位置。徐大龙沉默了，二公子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男人冷笑一声，我已经放出了诱饵，就看他会不会上钩了。等他上钩之后，你就会知道的。徐大龙听完一头雾水，那我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男人淡淡开口，陪我去喝一杯吧。虽然徐大龙不知道二公子的计划是什么，但他既然如此胸有成竹，那肯定无需太过担心。那么今天的酒就由我来请吧。第二天清晨，一堆书籍和账目被送到了男人的房间。徐大龙递过一本账册和几千两银票，他们说这些都是在高党的家里发现的。账册上详细记录了参与暗杀任务的人员，以及收受贿赂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经过。听到这话，男人知道鱼儿上钩了，随即他立刻让徐大龙去魔军一大队里查一查谁的脑子最聪明，能将这些账目做出来的，一定是个有学识、脑子非常聪明的家伙。安排好这些，男人便立刻前去见了魔君主，他要为找出这个人多争取一些时间。我们在高党的房间里找到了证据。此刻魔君主明显轻松了许多，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如我们去上次喝酒的地方好好庆祝一番。然而男人却打断了他的话，虽然如此，但还有一个问题。听到这话，巨天壤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这次又是什么问题？本来这些证据应该由我们的人找出来才对，但如今却是由魔君的人拿了过来。魔君主明显有些不耐烦，他觉得男人在小题大做。来源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总军师可不是一般人，如果他知道这份证据是魔君提供的，肯定会怀疑我们的调查过程和结果。巨天壤沉思了片刻，想想确实如他所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还得装模作样的调查一番，预计需要1天的时间，届时请您配合一下。而为了说服巨天壤，男人再次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会查阅机密文件，只看一些普通的文书，毕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魔君主这才点了点头答应下来，我会吩咐手下好好配合你们的。也就在这一刻，男人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之所以他会如此说，那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那些机密文件，他要找的是他们当初加入魔军时填写的申请书，以及他们每次执行危险任务前留下的遗书。只有确认笔迹才能找出伪造账目的人是谁。
1个时辰后，一名男子被绑在了椅子上，他是第1大队的梁九。此刻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冷汗直冒，不知所措。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男人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询问道：这次送给我们的账目是你伪造的吧？梁九眉头紧皱，却装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男人轻叹一口气，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你只是奉命行事，你只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梁九却依旧死不承认，并且表示没有收到过任何命令。男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是害怕被魔君主杀死吧？房间顿时陷入了沉默。许久之后，男人却缓缓开口：你可以走了。梁九一脸疑惑：既然你不想说，那也没办法，我也不想拷问被迫听从命令的部下。说着，男人再次轻叹一口气：但你要知道，就算我把你放出去，魔君主肯定也会杀了你，毕竟你被我们抓过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想必他一定会认为你把全部都说出来了吧。此刻，梁九的眼中只有无尽的恐惧与不安。就在梁九将所有的罪行招供出来后，正如张虎所料，就是魔君主下令杀害了调查官以及举报者，而这动手之人正是高党。除此之外，他还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听到这，男人陷入了沉思。看到他这副表情，徐大龙也不免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各种原因，这次的调查许多人因此丢了性命，所以魔君主肯定知道，一旦自己被抓，绝对会被判处死刑，他一定不会乖乖的束手就擒的。对此，男人依旧神情冷漠：我不会去抓他，我会杀了他。此话一出，徐大龙顿时瞪大了眼睛。如果魔君主被抓，血天刀魔一定会有所行动，他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弟被处死。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到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有关魔君主是无辜的假证据。一旦有人为他顶罪，还会传出各种污蔑我的谣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魔君主活下来之后，他会开始杀人灭口，不仅仅是写举报信的张虎以及想要保护他的人，就连你徐大龙也难逃一死。听完男人这番解释，徐大龙彻底愣住了。但如果巨天壤在抓捕过程中意外身亡，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剩下的只需要去证明他有罪就行了。徐大龙强忍心中的震惊，咽了咽口水。可这样的话，血天刀魔一定会报仇的。对于这个问题，男人却毫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为了家人报仇，尤其像血天刀魔这种人，更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说完，他缓缓站起身形。虽然他不敢保证一切都会按照他的预料发展，但他能够肯定，血天刀魔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如果他真的出了事，所有人都会怀疑是血天刀魔所为。徐大龙一脸茫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直到看见二公子头也不回的朝门外走去，这才缓缓回过神来。您不会是想要去？片刻后，魔君主的房间内，两人对视而坐，男人却装出一副感激的样子。这次多亏了你，我们才能顺利完成任务。男人言不由衷，等我以后继承了天魔之位，一定会报答魔君主你的恩情。巨天壤心头一喜，嘴上却满口敷衍。这话应该我说才对。男人心中不由得一阵冷笑。巨天壤确实应该永远将这件事记住，毕竟像他这么贪婪的人，损失如此惨重，又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想到这，男人拿起了酒壶，为了庆祝，不如我们喝一杯吧。说着，他将酒倒进了巨天壤的酒杯里。然而还没等巨天壤把酒喝下，男人却冷声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巨天壤心头一顿，却装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此刻，男人神情冷漠。你明明已经富可敌国，为什么还要如此贪得无厌，让魔君变成你的私人杀手？魔君主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死去的高党。男人冷笑一声，傀儡能知道什么？顿时整个房间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只是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也是，像你这种人，心里除了贪婪还能有什么？此话一出，魔君主怒火中烧，一股磅礴的内力爆发而出，周围的桌椅瞬间被震为了碎片。面对如此情形，男人却依旧面不改色。然而就在巨天壤准备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只听扑哧一声，一道寒光闪过，男人手中的利剑直接贯穿了巨天壤的身体。这是飞天剑法的第5式苍天式，在如此距离瞬间发动，巨天壤根本来不及躲闪。此刻他眼神空洞，瘫坐在椅子上，但却没有立刻死去。男人缓缓起身，平静地说道：你作为魔君主，为了谋取私利，教唆杀害了20多人，我现在正式逮捕你。魔君主低头看向插在自己胸口的剑，这不是逮捕，是谋杀，反正你也是死路一条，就当是为了其他人，你还是安心的去吧。说罢，男人直接拔出了巨天壤心口的长剑，魔君主就此殒命当场。片刻后，整个魔军和调查官都被召集到了巨天壤的房间。当他们看到巨天壤倒在了血泊当中，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恐与震惊的表情。此刻，男人当众宣布，魔君主罪大恶极，在抓捕过程中拒捕，被当场击毙。男人的声音振聋发聩，在所有人耳边来回飘荡。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二公子竟然真的杀了魔君主。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男人继续下令：徐大龙，你立刻逮捕1大队的所有成员，将他们关进地牢彻查此案。紧接着他又对张虎说道：3大队长张虎率领除了1大队以外的所有魔军，协助抓捕1大队所有成员，凡是敢违抗者，可先斩后奏。此话一出，徐大龙与张虎同时应声遵命。此刻他们看着魔君主的尸体，眼中皆是闪过一丝快意。或许这一刻，压抑他们许久的仇恨终于可以释怀。很快，魔君主被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天魔神教，而此刻，天魔教主、总军师司马明以及血天刀魔早已在天魔殿内等候多时。在看到3人之后，男人先是向父亲和司马明恭敬地行了一礼，而后才不急不缓地向血天刀魔打了声招呼。对此，血天刀魔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反而显得格外冷静。
或许因为天魔教主在场的缘故，使得他故意收敛起了情绪。不过最后他还是向男人询问起了事情的经过。面对血天刀魔的责问，男人依旧神情淡定，所有的情况我已经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了。血天刀魔却并不买账，始终坚持要听他亲口解释。这一刻男人沉默了，他看向台上的父亲和司马明，他们并没有出言阻止，看来也都觉得这是血天刀魔应有的权利。随即缓缓开口说道，经过我的调查，发现您的弟弟犯下了重罪，可在抓捕的过程中，他试图对我杀人灭口，因此我才不得不出手将其击杀。听到男人的解释，血天刀魔神情一紧，但语气依旧平淡。如果我的弟弟真的犯了罪，确实应该受到惩罚，但我有一点不明白，我的弟弟虽然很不成器，但他似乎并未蠢到在罪名坐实后还出手攻击你才对，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只要巨天壤乖乖束手就擒，之后等待兄长出手救人，那他就能逃过一劫。可男人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才故意将其斩杀的，只不过他又怎么可能承认呢？所以男人再次装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或许他是觉得自己被一个年轻人抓住而无法接受吧。男人并没有详细描述战斗的经过，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说的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让血天刀魔自己去想象是最好的办法。毕竟在天魔神教实力为尊，弱者被强者杀死是所有魔人的共识，因此血天刀魔也不好意思追问细节。就这样，他盯着男人看了许久。在来这里之前，我看过他的尸体，是被一剑刺穿了心脏。看来二公子的武功比我想象中强上很多呀。男人只是淡淡的回应，这都是托父亲的福，所以他才不敢对我动用全力。血天刀魔笑了笑，谢谢你告诉我真相，我的心里好受多了。对于这些敷衍的话语，男人又怎会听不出来？他亲手杀了对方的弟子和弟弟，血天刀魔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不过血天刀魔却能自如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见其城府之深。在离开天魔殿之前，血天刀魔看向了天魔教主，他的眼中没有丝毫怨恨。天魔看向他的眼神也和平时一样。在吩咐对方去准备弟弟的葬礼之后，血天刀魔恭敬地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去。他走在红地毯上，看都没看男人一眼，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过。可在男人看来，这种情况才是最可怕的。待血天刀魔走后，司马明这才开口说道，辛苦了二公子，你收集的证据很充分，因此我们才能顺利结案。说完，他开始关心起二公子有没有受伤。对此，男人只是简单的感谢了一句，这却让司马明感到了些许好奇，毕竟这是教主亲自安排的任务，看来他们父子之间一定发生了些什么。就在他思索之际，一个蒙面的男子端着一个长长的木盒走了过来，这是教主给二公子的奖励。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可见盒子里装的东西非同小可，只见一柄黑色宝剑赫然摆放其中，男人一眼便认出了这是魔教至宝黑魔剑，一柄和白花剑齐名的宝剑。男人欣喜若狂，却故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父亲，你若是要赏赐我，也应该给我一把白花剑，这样才符合我的气质嘛。天魔父亲一脸鄙夷，黑魔剑才是你的不二之选。男人嘴上说着，那您还真是不了解我，手上却已经按捺不住地拔出了黑魔剑。也就在宝剑被拔出的一刹那，一股寒气瞬间笼罩了整个天魔殿。男人没有注入任何内力，这纯粹是宝剑本身散发出的能量，但却和男人的气息无比契合。在握住剑柄的那一刻，男人就知道这柄宝剑将只属于他一人。不过他还是向父亲询问道，这会不会太贵重了？只是还未等天魔开口回应，司马明却提前说道，一点也不贵重。魔君主的问题一直是本教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二公子你处理得这么干净利落，这个奖励一点也不为过。说完，他转头看向天魔，教主大人，您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父亲嘴角一撇，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没有，我本来还担心他会死得不明不白呢。但其实男人知道，父亲并不是这么想的，他是信任自己才会派他前去调查此事，因为天魔知道男人已经练成了飞天剑法，以及服用了魔金丹，所以相信他不会轻易落败。当然，魔君主的死应该在他的意料之外。除此之外，男人还知道，父亲赐他这把宝剑，是在向血天刀魔传达一个信息，他已经认可了二公子的功劳，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不许任何人动他的儿子。至于血天刀魔，应该也明白了这层含义，所以这才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想到这，男人双手捧剑，恭敬地再次向父亲行了一礼。片刻后，就在男人准备回房间的路上，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只见血天刀魔惬意地坐在花园前的空地上，二公子，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在看到对方身影的那一刻，男人就知道这老东西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不过他却没有丝毫畏惧，径直走到血天刀魔的面前，然后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男人能感觉到血天刀魔的目光已经落在了自己腰间的黑魔剑上，因此哪怕他对自己恨之入骨，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然而就在男人坐下的一刹那，血天刀魔却发出了一声怒吼，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敢偷袭我的弟弟，今天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同时一股强大的魔气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花园里的花朵瞬间全部枯萎。没想到在那瘦弱的身体里，竟然蕴藏着如此强大的力量。男人迅速调动全身内力抵抗着魔气的侵袭，然而下一秒，血天刀魔又恢复了之前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周围的魔气也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血天刀魔笑着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这么说才对？说着他又想用大刀的刀柄戳男人的腰，不过却被男人用手掌挡了下来。紧接着男人也发出了疯狂的咆哮，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东西，竟然敢破坏本教的规矩，中饱私囊，你要是敢为你那个腐败的弟弟报仇，
我就把你打得粉身碎骨。吼完，男人也同样笑着补充了一句：“您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这么说才对？”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血天刀魔顿时愣了一下，可反应过来之后，他又开始放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震耳欲聋，就连远处巡逻的魔人都被吸引了过来。可突然，他又立即停止了笑声，他的脸色再次一变。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不能放过他吗？如果他能知错就改，我或许会网开一面，顶多让他退位罢了。但他的行为已经越过了底线，甚至已经完全没有底线可言。听到这话，血天刀魔点了点头。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所作所为？男人直接询问：“您也知道魔君内部的腐败问题吧？可您为什么不加以阻止呢？”血天刀魔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不听我的呀。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说实话，当我听到他的死讯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再也无法阻碍我了。”看到血天刀魔竟然和自己坦言了他和弟弟的关系，男人明白了一件事情：血天刀魔是个感情用事的人，而且还是个很会利用自己感情的人。想到这，男人缓缓开口：“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就好像我听到兄长死去的消息，也会像您一样松一口气，因为至少以后不用我亲自动手了。”听到这话，血天刀魔顿时瞪大了眼睛。天魔神教有4把宝剑，其中排名第2的便是黑魔剑，而今却被当成礼物送给了男人。这把宝剑狂暴而又刚猛，想要与之建立联系绝非普通的宝剑可比。虽说宝剑不会拒绝主人，但如果两者之间缺乏默契，就无法发挥出宝剑的全部威力。男人前世曾见过一柄宝剑，它与主人心意相通，甚至能够发出剑鸣之声。当时的他就在想，如果他能拥有一柄这样的宝剑该有多好。而如今在拿到这把黑魔剑之后，他知道必须先和对方产生沟通，于是他静心凝神，缓缓拔出了黑魔剑，一股寒气瞬间弥漫开来。他并没有注入任何内力，这纯粹是宝剑本身散发出的锋芒，仿佛在向自己的新主人效忠。男人缓缓将内力注入黑魔剑，剑身周围开始出现剑罡，一道道天蓝色的光芒在剑身上下流转。男人原本以为黑魔剑的剑罡应该是黑色或者深蓝色，但没想到竟然是如此明亮的天蓝色，这不禁让他欣喜若狂起来。随即他收回剑罡，开始演练飞天剑法。黑魔剑不是一柄温柔的宝剑，所以他必须施展最霸道的剑招才能与他相得益彰。在演练完一遍剑法之后，男人心里对宝剑暗自说道：“接下来我将会教你最厉害的武功，在那之前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不过光靠沟通是不够的，他必须不断的练习才能熟练的掌握它。”于是他吃饭的时候练习，醒来的时候练习，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它。就这样，他沉浸在修炼之中无法自拔。直到这天，男人正要出门练剑，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数百名魔人将他的住处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血天刀魔手下的刀鬼。男人不知道他们是奉命而来还是自发前来，但他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自己充满了敌意。也就在这时，刀鬼们释放出强大的魔气向男人压迫而来，他们的眼神冰冷刺骨，即使在男人漫长的人生中，他也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杀意。他咬紧牙关，没有丝毫退缩，但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一定会受伤。可这时刀鬼的魔气更加猛烈了，男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几乎快要被撕裂。突然他想起了一门秘术，千脉强化术，这是他前世学过的几门秘术之一。一般来说，经脉是武者至关重要的部位，因为它是真气运行的通道，所以也是最难强化的部位。但千脉强化术可以利用他人的内力攻击来强化经脉，而参与的人数越多，效果也就越好。随即他闭上眼睛，开始默念口诀，任由魔气侵袭他的身体，同时装出了一副痛苦的样子。刀鬼们看到这一幕更加兴奋，他们变本加厉地释放魔气，男人越痛苦，他们就越高兴。然而男人一边运功一边向前走去，他只感觉真气在体内疯狂地运转，冲击着他的经脉。他每向前走一步，刀鬼的魔气就更加狂暴一分。这不仅仅是一场气势的较量，更是一场尊严的较量。随着男人的脚步不断向前，千脉强化术的境界也从一开始的第1层直接飙升到了第5层。这门秘术原本不可能修炼的这么快，因为它最难的地方就是需要攻击者心意相通，将内力融合在一起。而现在攻击男人的魔气都蕴含着同样的情绪，那就是敌意。就在男人以为他们的魔气会无休止的攻击下去的时候，他们的攻势却渐渐减弱了。而当所有魔气完全消失的时候，男人睁开了眼睛，此时他的经脉已经比之前强大了数倍。在场所有刀鬼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男人竟然能坚持到最后。虽然他们这种行为卑鄙无耻，但今天男人决定原谅他们。于是他迈开脚步向人群走去，数百人聚集在一起却鸦雀无声，只有男人的脚步声在空地上回荡。或许只要有一人喊一声杀，这里就会变成人间炼狱。不过最后还是男人赢了，他用自己的毅力击溃了刀鬼们的意志，他们纷纷让开一条道路，让男人从中间自由地穿过。此时的刀鬼们表情各不相同，有人惊讶恐惧，有人佩服愤怒，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挑衅。就这样，男人默默地离开了。当他走出包围圈的时候，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刀鬼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敬佩。其实这就是魔道中人的本性，欺软怕硬，简单直接。在彻底摆脱他们后，男人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自己参与了一场大战。他转身向着天魔殿走去，此时红毯末端的太师椅上空无一人。虽然男人不敢坐上去，但他还是很好奇，坐在上面俯瞰众生是什么感觉。
突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你想做吗？”是他的天魔父亲。男人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回答：“我不想被那张椅子束缚。”说完笑着向父亲行了一礼。父亲没有任何回应，越过男人直接走到了太师椅旁。上来，他将男人叫到身边，然后再次说了一句：“坐下吧。”男人本来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坐了下来。感觉怎么样？男人仔细地观察起眼前的景象，红毯两侧的墙壁上雕刻着各种狰狞的恶鬼，虽然装饰华丽，但总让人感觉有些荒凉。本以为我会很激动，但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感觉。父亲同时也说了一句：“我也是。”听到这话，男人转头看向父亲，他的眼神依然冰冷，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感情。刚才那些刀鬼来找过我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奉了血天刀魔的命令，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父亲打断了他：“是他们自己去的。”男人愣住了，果然父亲什么都知道。虽然我在他们面前努力保持着镇定，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但离开那里之后，我却忍不住开始害怕了。你害怕他们？不，我害怕的是我的判断失误。如果当时有人冲动引发了冲突，我或许会死在那里。就算我活下来了，我也无法成为天魔，因为我杀了那么多刀鬼。所以我害怕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害怕自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当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奇怪的是，男人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父亲。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个想法，但他还是向父亲坦白了自己内心的感受。父亲淡淡的说道：“魔道中人不应该回头，应该勇往直前。”男人愣住了，他不知道这是父亲对他的安慰，还是在为魔道中人开脱。就这样，他们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里的景色太荒凉了，还不如雕刻些美女呢，比如中原4大美女，每个角落都放一个。说完，男人转头看向父亲，然而此时父亲却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你又开始胡言乱语了，看来你该走了。”男人缓缓起身，然而当他走到台阶下时，回头向父亲问了一句：“我可以杀了血天刀魔吗？”此刻，当听到男人询问能不能杀了血天刀魔，天魔父亲的狂笑声响彻了整个大殿。可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就算你能杀了魔君主，但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杀了血天刀魔还差得远呢。男人愤懑地质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何还要让我和他发生冲突？难道您不应该为此负责吗？”“好，我负责。”父亲的回答干脆利落，一如既往的不负责任。“我任命你为黄泉阁阁主。”听到这话，男人顿时就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父亲会将黄泉阁交到他的手上，直到看见父亲那严肃的表情，他忽然意识到，或许父亲从一开始就打算让他接管黄泉阁。也就在这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不是一直想要好好整顿本教的纪律吗？”此话一出，男人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这是想利用自己去处理那些他一直想做却碍于身份无法做的事。这一刻，男人心中五味杂陈，难道父亲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吗？想到这里，他开始告诫自己，不要感情用事，人心是最难揣测的东西，与其费尽心思去猜测，不如专注于眼前所见所闻。男人直截了当地说道：“您既然要我去杀牛，总得给我一把刀吧？”父亲询问他想要什么，男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要求：“请允许我进入天魔书阁。”天魔书阁作为天魔神教的禁地，里面收藏着无数珍贵的武林秘籍，只有天魔和极少数得到允许的人才能进入，而这正是男人回归后必须前往的地方之一。父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紧接着却又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说道：“别以为进了那里就能练成绝世神功，你只会把时间浪费在翻阅秘籍上。”对于这点，男人心知肚明。天魔书阁的藏书浩如烟海，就算侥幸找到顶级的武功秘籍，其等级也与男人所学的飞天剑法差不多水平。但他还是坚定地说道：“我只是想碰碰运气。”对此，父亲越发好奇了。不过审视片刻后，他最终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不知道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但我允许你在天魔书阁里待7天。”听到能在里面待上7天，男人知道这已经是父亲对他的破例。曾经的男人为了找到回魂大法的最后一件物品逆魔魂，他回到了已经封山了几十年的天魔神教。当时的他只能算是个活死人，由于他的脸早就已经毁容，所以没人能认出他的身份。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普通的武者一步步爬到了能够与新任教主单独会面的位置，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在男人得到密魔魂的那一年，他从当时的教主那听说了一门功法——封神四步。虽然仅有4招，却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轻功。据说这门轻功曾经是天魔的辅助功法，但在某一任的教主手中失传了，之后便再无人练成过。而当时得到封神四步的人，正是魔教封山时期的教主周百道。男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周百道在酒后对他说过的话：“多亏我在天魔书阁找到了失传已久的封神四步，才得以坐上教主之位的。”当时男人疑惑，既然封神四步就在书阁里，为什么说他失传了呢？周百道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他不在书架上，而是被当成了第19个书架的垫脚石。”时间回到现在，男人漫步在书架之间，贪婪地呼吸着古老的书卷气息。天魔书阁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藏书阁，99个巨大的书架摆满了整个书阁，里面收藏着各种各样的武功秘籍，其中不乏令人心动的绝世武功，都是本教历代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就算只是翻看标题，7天时间也不够用。就在这时，他停在了第19个书架前，他用内力轻轻抬起书架，取出了那本垫在下面的书，封面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封神四步。果然在这里，男人小心翼翼地翻开了秘籍的第1页，在正式的口诀之前，有一行字迹工整的小字让他热血沸腾：天下之大，
四不足矣。没错，这才是男人想要的。作为一门争夺天下第一的轻功，就该有这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封神四步共分4步：暗影步、点灭步、冥王步、快速步。第1步，暗影步，前行逆宗之法，出窥门径，可瞒过一人之眼；登峰造极，则可于万人之中取上将首级。修炼至大成境界，即使在数十人面前，也能瞬间消失无踪。第2步，点灭步，闪避腾挪之法，用于躲避无法躲避的攻击，于必死之局中寻得一线生机。第3步，冥王步，追击突进之法。此步一出，任何防御和闪避都形同虚设，它与点灭步一攻一守，相辅相成。最后一步，快速步，极致速度之法，速度越快，天下越小。修炼至大成，便可突破人类极限，达到瞬息千里的境界。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男人开始专心修炼这门功法。就这样，7天之后，男人走出天魔书阁，径直来到天魔殿。他恭敬地向父亲行了一礼，父亲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片刻后，这才缓缓开口：“你在天魔书阁习得了什么武功？”男人没有任何隐瞒，直接坦言：“我习得了一门轻功，封神4步。”话音刚落，大殿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下一刻，一股魔气从天魔的身上汹涌而出，仿佛要将整个大殿淹没。休得胡言乱语！父亲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怒意，可男人依旧眼神坚定，千真万确。我可没有胆量用这种事情欺骗你。这一刻，父亲的目光犹如深渊巨兽，仿佛要将男人吞噬殆尽。不过很快，父亲收回了魔气，不容置疑地说道：“施展一下你的武功吧。”显然，他仍然不相信男人习得了封神4步，对此男人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作为交换，您打算给我什么好处？父亲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在他漫长的生命中，大概从未有人敢跟他谈条件。最后，他只是轻吐了一句：“饶你一命。”听到这话，男人不再开口，只是缓缓闭上眼睛。只见一股白色的能量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下一秒，男人的身影犹如鬼魅在大殿内来回闪。他施展出了封神4步的第1步暗影步，瞬间，父亲猛地站起身。仅仅是第1步，他就察觉到了这门轻功的不同凡响。男人只是施展出了失传已久的封神4步，竟让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露出了震惊之色。要知道封神4步的强大，就连他的父亲也是第一次见到。于是，父亲带着一丝难以置信地问道：“你在哪里学到的封神4步？”天魔书阁。男人的回答简洁明了。然而话音未落，父亲身形一闪，便来到他的面前。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从父亲的身上散发而出，与之前魔气的感觉截然不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捏碎。你竟敢欺骗我！天魔书阁里根本就没有封神4步。男人毫不退缩地与父亲对视。但我确实是在那里学到的。父亲怒斥一派胡言。然而男人依旧据理力争。您能保证自己看遍了书阁里的所有秘籍吗？也许他并不在书架上，而是被放在了其他地方。听到这话，父亲开口追问：“这么说，你早就知道封神4步在天魔书阁？”男人并没有承认。显然，对于这点，父亲并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我本来想学其他的武功，只是碰巧发现了他。男人只能继续撒谎，他没办法解释。当然，他也知道父亲肯定不会相信。他被垫在书架下面，当做了垫脚石。我看到书架放歪了，就想着把它摆正，结果就发现了他。父亲似乎在权衡男人话中的真假，他深深地看了男人一眼，然后转身回到台上，把口诀背给我听。听到这话，男人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父亲一定会这么做。他的目的并非想打败父亲取而代之，更不想像前世那样重蹈覆辙。复仇只是他回来的原因，而他回来的目的是为了好好活下去。所以将封神4步的口诀告诉父亲，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当然，他也不会白白地说出来。于是他开口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为了避免父亲再次动怒，他连忙补充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父亲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记得当初在狩猎场，我教你的那些招式可不是免费的，那是您在狩猎场喝酒的酒钱。”男人厚着脸皮地说道。父亲被他的无耻打败了，无奈地摇摇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男人挺直腰板，毫不示弱地看着父亲：“这些年我可是忍辱负重，才终于熬到今天的。说吧，你想要什么？您用武功秘籍换我的武功秘籍，这很公平。我本来想学9环魔功，但估计您不会答应，那就退而求其次，把天魔护身功传授给我吧。”此话一出，大殿内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天魔护身功，顾名思义，它是一门护体神功，是只有天魔和天魔的继承人才能修炼的独门绝学。父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可是拿封神4步跟您交换，严格来说，我才是吃亏的那一方。况且您可以偷偷传授给我，反正天魔护身功是无形无相的护体神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男人能感觉到父亲正在犹豫，如果父亲真的生气了，强行逼迫他，他最终还是会妥协。但父亲没有，父亲终究还是他的父亲，而对他来说，天魔护身功是志在必得的。学会了这门护体神功，就等于多了一条命。你让我想想，过段时间再答复你。男人恭敬地行了一礼，便转身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但我要先得到封神4步。”男人心中一喜，看来父亲已经决定将天魔护身功传授给他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父亲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就不怕我得到封神4步之后反悔不认账吗？”男人微微一笑：“我相信您不会做出这种有损您英明神武形象的事情。”父亲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故意用有损您英明神武形象这种说法，就是为了让父亲投鼠忌器。父亲又怎么可能不明白他的心思呢？好在父亲的反应并不强烈，比起傻乎乎的将武功秘籍拱手让人，父亲应该更欣赏他这种懂得争取利益的做法。很好，
把口诀说出来吧。于是男人将封神四部的口诀一字不差地告诉了父亲。父亲闭上眼睛，默默地回味着口诀中的奥妙。3个时辰后，父亲开始演练封神四部。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父亲所施展的封神四部与他之前演练的既相同，却又不同，仿佛在说，这就是我对这门武功的理解。他将父亲演练的每一个动作都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他并非想要偷师学艺，而是想通过观察父亲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来领悟更高层次的武学境界。演练完毕后，父亲陷入了沉思，男人也在脑海中不断地对比着自己和父亲之间细微的差别。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睁开了眼睛。好一门精妙的轻功，能从父亲口中说出精妙2字，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您现在应该不会昧着良心赖账了吧？父亲冷哼一声，但这一次他的眼中却带着一丝笑意。男人成功地改变了未来的走向，不知道习得了封神四部的父亲能否战胜花无忌。当然，他最终还是会亲手杀了花无忌，但将封神四部传授给父亲也算是未雨绸缪。父亲信守承诺，开始传授他天魔护身功。我只说一遍，你用心记。他盘膝而坐，屏息凝神。他知道父亲说到做到，所以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门绝世神功刻印在脑海中。于是他开始尝试着运转真气，将其融入自己的身体。如果不是他这种高手，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天魔护身功的口诀晦涩难懂，修炼难度极高，有好几次都差点走火入魔，好在都有惊无险都化解了。男人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看着父亲的背影，他的嘴角微微一笑。父亲，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秘密，这比起学会天魔护身功更让我高兴。然而父亲似乎不太喜欢秘密这个词，只见他眉头微皱，下一秒他屈指一弹，重重地敲在男人的额头上，然后一本正经地看向男人。我看你又开始皮痒了。不久后，男人回到房间，李安看到他额头上那片淤青后，顿时火冒三丈，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竟然敢对少爷动手？是父亲做的，你要去为我报仇吗？当听到是天魔亲自动的手，李安的气势顿时弱了下来，他后退一步，低着头说，我是护卫又不是刺客，况且我也打不过呀。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男人不禁笑了起来。要是放在以前，他根本不可能开这种玩笑，但现在一切都将发生改变。男人认真地看向李安，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全身石化功，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办法。当听到男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安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他不明白公子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可他的心里却感到了无比的温暖。然而这时，男人的脸色突然严肃了起来。但从现在开始，你被解雇了。瞬间，李安猛地跳了起来，他惊讶地看向男人，您是认真的吗？他的眼中充满了祈求，仿佛失去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看到他这可怜的模样，男人连忙解释道，我并不是要和你断绝关系，你仍然是我的属下。李安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他的脸上仍然写满了担忧。从今往后，我将任命你为鬼影队的队长。李安愣住了，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天魔神教的组织里根本没有鬼影队这支队伍。男人微微一笑，没错，所以我要创建他，让他成为我的直属队伍。听到这话，李安更是不解了，您是想让我当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队长吗？男人并没有回答，他再次郑重地说道，李安，你愿意为了我成为鬼影队的队长吗？四目相对，虽然李安的眼中充满了不安和犹豫，但当他听到为了我这3个字时，他的答案就已经注定了。我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为了给未来的鬼影队成员提供最好的待遇，在正式上任黄泉阁阁主之前，男人必须赚够足够多的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要依靠重生前的记忆大赚一笔。于是他来到了武夷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他曾经听一位老江湖说过，今天在这个小镇将会发生一件让所有人难忘的惨案。为了赚钱，他决定好好利用这一事件。1个时辰后，一处空旷的广场上，这里已经聚集了15、16人。此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喊道，我是负责此次任务的梁当，这次的酬劳虽然丰厚，但任务也很危险，谁要是敢给我耍花样，就别怪我手下无情。梁当环视众人，语气冰冷，他走到男人面前，上下打量起来，你就是徐光介绍来的吗？没错。于是他询问起男人的身手怎么样。男人微微一笑，带着一丝挑衅说道，如果我把你杀了，是不是就能得到你的认可？梁当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小子别太嚣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男人感觉到了对方的杀意，但他并不想惹事，你放心，我只想拿钱，其他的事我都不感兴趣。梁当气愤地回应，希望你能说到做到。片刻后，一辆马车缓缓停下，从上面走下一对母子，那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和一个7、8岁的男孩，他们正是此次任务需要保护的目标，最终需要将他们平安送到南平。前世这对母子死在了这次任务途中，但这一次男人想要救下他们。此时男孩好奇地打量着男人，男人笑着向他挥了挥手，这让男孩害羞地低下了头。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好孩子。美妇向男人微微点了点头，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安。随着马车缓缓启动，一行人将马车护在中间，浩浩荡荡一路向南疾驰，直到夜幕降临，大家才停下休息。这次任务的酬劳是平时的2倍，梁当作为带头人拿的肯定更多，所以他显得格外紧张，生怕出什么差错。他大喊着将肉干分给了每个人，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大家都给我多吃点。众人席地而坐，开始吃起了干粮。美妇和孩子则有专门的食物，看着他们惬意的样子，男人想起了曾经的传言，这些人是被外敌袭击致死的，最后连尸体都没找到，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遇到的袭击。正当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彪形大汉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们的脸色也相继变黑，纷纷倒下。看到这一幕，男人马上就猜到了他们这是中毒了。正当他想要细细查看的时候，梁当却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原来是他在食物里下了毒。看到男人安然无恙，梁当的眼中充满了警惕。他指着男人厉声问道：“你怎么会没事？因为我没有吃你给的肉干。”其实男人也没想到是领头人下的毒。虽然他的重生改变了许多事情，但有些事情却是无法改变的。就像那个在饭菜里下毒的厨子，注定会在那天死去一样。这些江湖人士的命运也早已注定。不过对于某些杀戮，他必须要阻止。于是他看向梁当，摇了摇头：“真是可悲啊！为了钱竟然连同伴都杀，你就不怕那些冤魂找你索命吗？”梁当不屑一顾：“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这个蠢货，还是担心你自己吧。”男人知道梁当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肯定是因为他还有倚仗。也就在这时，只见4个人影缓缓走了过来，其中3人蒙着面，只有为首之人没有任何遮挡。从他们的眼神和步伐来看，绝对都是1等1的高手。看到来人，梁当恭敬地向他们行了一礼。为首之人并没有理会梁当，他的目光落在了马车上。快给我出来！趁我还没有烧掉马车之前。听到声音，美妇这才带着孩子颤颤巍巍走下了马车。为首之人冷冷说道：“找你们还真是花了老子不少功夫，没想到你们竟然躲在这里。”美妇眼含泪水：“全武人，求您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放过我的孩子吧。”全武人犹豫了片刻：“好吧，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可以放过你的孩子。”美妇的脸上刚露出一丝喜色，然而全武人却话锋一转：“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套，你这个贱人，还以为自己是我的主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他肆意地嘲笑着美妇的母爱，眼中充满了戏谑和嘲讽。孩子害怕地躲在母亲怀里，美妇的脸色也变得铁青，但她仍然强忍着怒火哀求道：“只要你肯放过我的孩子，我可以给你10倍的价钱。”全武人依旧一副不屑的样子：“你父亲都已经被我们抓了，你拿什么给我们？”听到父亲被抓，美妇的脸上顿时失去了最后一丝血色。也就在这时，全武人的目光突然落在了男人的身上。此刻男人正笑着对孩子挥手，试图安慰他不用担心。看到男人的身影，全武人气愤地质问梁当此人是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尤其是美妇的眼中充满了希冀。男人缓缓走到这对母子面前，挡在了他们前面：“我是负责护送他们母子安全抵达的保镖。”梁当低声下气，慌忙地解释：“他只是一个漏网之鱼，我现在就宰了他。”说着，梁当拔出长剑向男人走来。他自信地以为可以轻易将男人解决掉，可他不知道的是，男人这副年轻的面孔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错觉。对此，男人依旧泰然自若。他对着梁当嘲笑了一句：“他们就是一群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你不会真的以为能拿到钱吧？搞不好最后他们把你也一起杀了，独吞了所有的钱。”在男人的挑拨离间之下，梁当立刻就停下了脚步。全武人的脸色骤变，区一个小鬼，居然敢说我是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男人冷笑一声：“这么快就慌了？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全武人的脸色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地向手下大吼了一句：“先把那个该死的小子杀了！”3个蒙面人应声而出，拔出武器，正要向男人逼近。男人笑着看向梁当：“看到了吗？他说先杀了我，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梁当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然而正当他想要后退的时候，只听嗖的一声，一枚暗器破空而来，正中梁当的后脑。梁当满脸不甘地倒在了地上，就此殒命。全武人看着梁当的尸体，不屑地说道：“真是个废物，我就不该把这件事交给你们这群蠢货来办。”看到这一幕，男人依旧面无表情，这就是背叛者的下场。想到这，他眼神冰冷地看向全武人：“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男人只是施展出了传说中的飞天剑法，却让在场所有人露出了震惊之色。虽然飞天剑法仅次于天下第一的天魔剑法，但他的第4招炎天式却是一招霸道无比的剑气外放招式，随手一击便可一剑破空，杀人于千里。此刻看到自己的手下被一剑斩成2半，吕香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他想要祈求男人放过自己，但男人依旧神情冷漠。吕香心中一横，他认为对方刚才那招必定消耗了大量内力，于是趁机向男人发动了攻击。然而男人早有防备，只见他身形一闪，轻松躲开。吕香的剑法招招狠辣，直取男人的要害。他知道这是生死之战，所以才会如此拼命。对此，男人却心如止水。只听噗呲一声轻响，战斗结束了。吕香的剑停在了半空中，而男人的剑却刺穿了他的心脏。吕香的眼中充满了怨恨，但男人依旧面无表情。你作为护卫家族的族长，本应该保护守护的家族，可你却背叛了他们。说着，男人直接拔出了宝剑。下辈子你要是想赚钱的话，那就去做一名商人吧。就这样，吕香死了。待一切处理完后，金阿珠走到男人面前，再次表示感谢。少侠，您救了我们全家，就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大恩人。说罢，他开始询问男人尊姓大名，可男人并不想透露自己的信息，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过路人。虽然金阿珠感到很是好奇，但他也并未继续追问，毕竟即使是江湖第一高手，也不可能如此轻易解决这么多人。这时金丝链对父亲说道：“我已经答应恩公用金钱来报答他。”金阿珠满意的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好，这是最实在的承诺。”这一刻，金阿珠恢复了作为首富的气度。如果恩公需要的是钱，那您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片刻后，金阿珠领着男人走进了黄金庄的地下密道。这条密道宛如迷宫般错综复杂，处处暗藏杀机。就这样，也不知走了多久，几人来到了一处宽敞的地下密室。这里正是黄金庄存放财宝的秘密宝库。
这时金阿朱率先打破了沉默，救命之恩本该倾囊相赠，但此事过于重大，还请见谅。男人淡然一笑，金庄主言重了，在下并非贪得无厌之辈。金阿朱沉吟片刻，提出了一个看似豪爽实则暗藏玄机的提议，若以金银之物相谢，未免显得俗气，不如这样，恩公可尽情取走这宝库中能带走之物，但有一个条件，不可使用车辆，也不可假借他人之手，一切全凭自身本事。男人听出了金阿朱话里的弦外之音，不过这正合了他的意，也就是说只要我能带走都可以吗？金阿朱捋着胡须，眼中闪过一丝精明，正是如此。男人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如此在下可就要却之不恭了。金阿朱故作豪迈，若非恩公出手相救，我等今日恐怕已葬身火海，些许财物何足挂齿。男人拱手再次道了声谢，便自信满满的踏入了宝库的大门。目送男人进入宝库后，金丝链忍不住担忧的问道：您真要让他随便拿吗？万一这位恩公胃口太大，您老人家事后会不会心疼的睡不着觉啊？金丝链半开玩笑的说道，但内心深处却是担心父亲事后会后悔，毕竟父亲一生都在为积累财富而奔波，如今却要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搬空自己的心血，换作是谁心里都不会好受。然而金阿朱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难道这宝库里还有什么比你和杨儿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吗？金阿朱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肩膀，语气中充满了慈爱。金丝链鼻子一酸，眼眶微微泛红，从小到大他都认为父亲是个视财如命的人，为了赚钱可以六亲不认，可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原来在父亲心中，家人才是最重要的。金阿朱没有再说什么，而让他心甘情愿舍弃财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男人的欣赏。这位少侠绝非池中之物，金丝链深有同感。的确，年纪轻轻武功就如此了得。金阿朱却摇了摇头，我所指的并非仅仅是武功，这位少侠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气势，一种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金阿朱一生阅人无数，却从未见过像男人这般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气度的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与这位少侠的缘分却是千金难求，所以他拿多少都无妨，拿得越多，我们之间的缘分就越深。金阿朱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画面一转，一个时辰后，当男人扛着巨大的包裹走出宝库时，金阿朱和金丝链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可金阿朱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拍了拍男人的肩膀，眼中满是赞赏。离开黄金庄后，男人回到了魔教总坛，一路上他将所有的金银珠宝都换成了白银，总共价值380万两。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开始组建自己的势力了。他将350万两白银存入了钱庄，剩下的30万两白银则兑换成了银票。而现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自己的父亲。他穿过长长的血色走廊，来到了血魔殿前。此刻天魔教主依旧端坐在血魔殿上处理着教务，看着这样的父亲，男人心中泛起了一个疑惑：父亲会不会像自己一样，也是被推到天魔这个位置上？他对于这种人生真的满意吗？想到这，他恭敬地行了一礼。天魔教主却头也不抬地问道：听说你出去了？男人如实回答：是的，我去赚了些银两。听到这话，天魔教主饶有兴致地看向男人：你为什么要去赚钱？男人没有丝毫紧张：我总不能一直花父亲的钱吧，而且以后我也需要用到很多银两。天魔教主继续追问：你想用钱干什么？男人直接说出了心中的想法：我想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天魔教主脸色一沉，厉声呵斥男人：这是胡闹！你以为组建势力是儿戏吗？若是人人都像你一样都组建自己的势力，那天魔神教岂不是乱了套？男人早料到父亲不会轻易答应，但他并不打算放弃。魔尊们都有自己的势力，我身为您的儿子，如果我想要对付他们，就需要属于自己的人马。天魔教主沉默了，他知道男人说的有道理，可他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男人知道这件事不能着急，于是他不急不缓从怀中掏出一个竹简，然后表示这是给父亲的东西。看到这一幕，不仅是父亲，就连司马明也感到一脸疑惑。只见天魔教主单手一挥，竹简便轻飘飘飞向了他的手中。而在看过里面的内容后，天魔教主也不由得为之一惊，他不解地询问：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男人微微一笑：这是给父亲您的零花钱。此话一出，天魔教主彻底愣住了，就连一旁的司马明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给天魔零花钱的。此刻天魔教主心中五味杂陈，嘴角不自觉地微微颤抖了一下。他想要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只是吐出了一句：我有很多钱。听到这话，男人依旧认真地说道：我知道父亲您是全天下最有钱的人，但这笔钱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给您零花钱，也是为了谢谢您把我生下并养育成人的心意。这一刻，整个大殿陷入了沉默，男人也不再停留，他再次恭敬地行了一礼，便转身朝着殿外离去。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之后，天魔教主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儿子给的零花钱。男人乃是当今武林第一魔教的二公子，却一心只想把魔教打造成世间最清廉公正的组织。为此，他不惜花费40年时间回到过去，他开始杀魔君断冤案。而今日正是他就任黄泉阁阁主一职的日子。一大清早，与他一同调查魔君的徐大龙便来到了他的住处。徐大龙恭敬地行了一礼，男人笑了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不过怎么是你亲自来了？徐大龙表明这是他自荐的。事实上，男人能够如此顺利地坐上黄泉阁阁主的位置，眼前这个身材矮小、面色阴郁的男子可谓功不可没。走吧。男人转身对身后的李安说道：你也一起去吧，正好跟着学学如何管理一个组织。李安闻言顿时喜出望外，看来公子并没有忘记自己。一行人来到黄泉阁时，所有调查官都已列队迎接。
看来这是黄泉阁迎接新任阁主的仪式。男人一路走过，两旁的调查官纷纷抱拳行礼，齐声高呼参见阁主。原本男人以为这些人对自己这个年纪轻轻的阁主多少会有些不服气，然而从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却是毫不掩饰的敬畏与期待。男人疑惑自己的威名难道已经传遍黄泉阁了吗？他低声询问身旁的徐大龙：“你是不是跟他们说了谁不好好迎接就扣光谁的月俸？”徐大龙连忙否认：“那他们怎么都这副表情？”徐大龙没有说话，只是抬起脚做了个狠狠踩踏的动作。看到这一幕，男人顿时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调查魔君那件事。当初高党不仅杀害了前去调查的黄泉阁调查官，这次更是将徐大龙打成重伤。如今他不仅杀了高党，还一举灭掉了魔君，为死去的同僚报了仇，自然赢得了黄泉阁所有人的拥戴。再加上他天魔少主的身份，以及击杀魔君所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更是让所有人心悦诚服。阁主您要不要说几句？徐大龙在一旁提醒道。男人点了点头，转身面向众人缓缓开口：“我成为你们的阁主，是福是祸现在还不好说，但我可以保证，从今往后你们的日子将会过得更加精彩。”说完，男人便转身走进了黄泉阁的大门，身后的众人皆不由得兴奋了起来。男人作为新上任的黄泉阁阁主，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让所有人明白他这个新任阁主可不是好惹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杀鸡儆猴，找一个典型来立威。于是他让徐大龙拿来了卷宗，只不过片刻之后，他又忍不住苦笑起来：“你故意把这堆东西给我，是想累死我吧？”徐大龙一脸无辜：“这是阁主您刚才要求处理的不当案件。”男人也是一脸无奈，原来这份卷宗中记录的竟然是与血天刀魔有关的案件，属下也不想这样，只是这件案子事关重大，而且……徐大龙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而且什么？男人追问道。而且这件案子也符合您刚才所说的条件。徐大龙硬着头皮说道。男人立刻明白了徐大龙的意思，这件案子应该是被人故意压下来。这时身旁的李安忙劝男人一定要忍耐，现在血天刀魔正处在爆发的边缘，您现在去恐怕会激怒他。男人冷哼一声，看来这黄泉阁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说着他将卷宗扔给了李安，等你看过卷宗之后再说我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理。李安接过卷宗仔细阅读起来，片刻后他抬起头长叹一声，这件案子实在是太冤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啊。画面一转，一家名为风流阁的酒馆里，一名男子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借酒消愁。就在几天前，他唯一的儿子在武馆被人打成重伤，至今昏迷不醒，而打伤他儿子的凶手却因为背景深厚，被黄泉阁判为无罪释放。该死的畜生！郭珠一边咒骂着，一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馆老板作为他多年的好友，忙劝他不要再喝了，即使喝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况且黄泉阁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可郭珠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双眼通红，咬牙切齿。他听说带头打他儿子的那个小畜生，他的父亲是百刀鬼，百刀鬼是血天刀魔的亲信，就连黄泉阁也不敢轻易得罪。想到这里，郭珠怒火攻心，他想要做些什么，可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借着酒力发泄心中的不满。酒馆老板连忙劝他冷静一点，这么大声若是被人听去就麻烦了，这种时候你更应该振作起来。郭珠闻言这才稍微冷静了一些，可一想到如果儿子醒不过来，那他的妻子也肯定活不下去，最后他只能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其实在他心里早已做好了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想法，可他真的能杀掉对方吗？就在他感到痛苦万分的时候，酒馆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嚣张的声音，这不是郭珠郭大侠吗？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郭珠闻言抬头看去，只见3个年轻人走进酒馆，走在最前面的那人正是打伤他儿子的罪魁祸首梁胡。郭珠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猛地站起身来，怒火冲冲想要讨回公道。然而梁胡走到郭珠面前，装出了一脸的真诚，对不起，我真是罪该万死，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顿时郭珠愣住了，可下一秒梁胡再次露出了一脸的嚣张，这样可以了吧？郭珠被气得浑身发抖，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怒火，怒吼一声，想要抽出长剑刺向梁胡，可梁胡早有防备，他冷笑一声，一拳轰出，正中郭珠面门。郭珠惨叫一声，倒飞而出。这时梁胡还嚣张的大喊，大家都看到了吧，明明是他先拔剑的。说着他毫不留情地扑到了郭珠身上，一拳又一拳狠狠砸下。一个看仓库的家伙，我只是让他回家偷点钱给我，他居然说那是他父亲的血汗钱不能偷，而且还敢向黄泉阁告发我，这都是他自找的。听到这话，郭珠咬牙切齿，虽然此刻他无力反抗，但他依旧拼尽全力地吐出一句，你终于承认了为什么打我儿子了。这里的人可都听到了。说着他看向周围的顾客，可他们全都默默地低下了头。看到这一幕，梁胡嚣张地说道，看到了吧，他们没有人听到。这一刻郭珠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绝望，不甘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然而这却让梁胡变得越发嚣张起来，他开始嘲笑郭珠，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连哭起来都像傻子一样。而就在这时，2楼突然传来一声怒喝，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站在楼梯口，他冷冷地看向梁胡，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身为魔教2公子的他，却有人当着他的面和他拼爹。我爹可是百刀鬼，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男人冷冷一笑，和我爹比起来，你爹还是太弱了。此刻当听到2楼传来的声音，梁胡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火，他扯着嗓子吼道，哪个混蛋躲在上面鬼鬼祟祟的？2楼的声音再次传来，
连是谁都不清楚就敢开口骂人，一定是家教不好，从小就没人管教。若是平时被人这样当面议论，梁虎早就勃然大怒了。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发怒，反而一脸真诚地低头道歉道：“对不起，我一时激动，请息怒。”可刚说完，他又露出了一脸的嚣张，他肆无忌惮地嘲讽道：“你真以为我会这样说吗？不管你们是谁，敢多管闲事就是找死。”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这家酒馆是专门招待那些低阶舞者的，像他父亲那种位高权重的人，是根本不会来到这种地方的。所以他敢断言，2楼这些人一定是魔教的低阶弟子，根本不足为惧。不过这话听到男人耳中，却让他有种想直接上去揍他的冲动。他强忍心中的怒火，区区一个百刀鬼的儿子也敢如此嚣张跋扈，看来这些年刀鬼一脉的气焰真是越来越嚣张了。听到这里，梁胡心中顿时一惊，这些人竟然敢直呼他父亲的名讳，而且语气中还带着一丝不屑，这让他感到十分意外。梁胡按耐住心中的怒火，朗声说道：“这位朋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话音未落，3个身影便缓缓出现在了1楼。看清来人之后，不仅是梁虎等人，就连酒馆内的其他人都大为震惊。他们都认出了男人正是天魔神教的2公子，可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公子会出现在这里。此刻男人面色平淡：“大家不要紧张，我今天是以黄泉阁阁主的身份来的。”然而此话一出，酒馆内的众人却更为震惊了，尤其是梁虎明显有些慌张了起来。他慌忙的躬身道歉：“我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是贵公子驾到，多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看到他这模样，男人只是冷笑一声：“看你做事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年纪小啊。”此话一出，梁虎不由得一颤，口中不断的大喊：“我是真的不知道。”对此男人依旧面不改色，这小子还真是狡猾，竟然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见男人没有继续说话，梁虎当即打算溜之大吉，但还没等他走出去，男人立刻叫住了他：“我还有事要找你呢。”瞬间，梁虎开始冷汗直冒，虽然他的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强作镇定地问道：“不知阁下找我有什么事？”男人的脸色顿时一沉，他语气冰冷，不带丝毫感情：“我是来调查你这次暴力事件的。”梁虎闻言马上开始狡辩：“黄泉阁已经判我无罪了，是判了，但我决定重新开始彻查。你每天都会四处抢钱，属于敲诈惯犯；强迫他人偷盗钱财，属于教唆盗窃；而且你还殴打他人致其重伤，属于杀人未遂。如今还敢上门殴打受害者的父亲，你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把你关进牢里待上20年都不为过。”听到20年，梁虎彻底慌了神，但本性使得他依旧不断狡辩：“我只是在比武的时候不小心弄成这样。”男人早知道他会这样说，你忘了刚才说的话了吗？我这个黄泉阁阁主可是亲耳听到了。梁虎见狡辩没用，便开始威胁：“那家伙要是敢诬陷我爹是不会放过他的。”男人不屑地笑了笑：“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爹现在可是忙得很，他可没有时间管你。”说着，男人露出了一脸的邪魅：“我正打算以贿赂黄泉阁调查员的罪名逮捕你爹。”听到这话，梁虎彻底不装了：“你以为我爹会放过你吗？等我从牢里出来，也一定会找你报仇。不，就算在牢里，我也能杀了你。”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男人直接一拳轰在了梁虎的身上，竟然敢威胁黄泉阁阁主，看来你在里面至少得待上30年了。这一刻，梁虎痛苦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刚才那嚣张跋扈的气焰。他连忙求饶道：“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男人静静地俯视着梁虎，下一秒他竟然答应了：“不过你得告诉我一条我该原谅你的理由。”梁虎一脸疑惑，男人质问道：“你救过人或者是帮助过别人吗？”此刻梁虎沉默了。很好，那就说说你做过的好事也行，就算是你编的我也会考虑。可梁虎依旧待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男人冷冷地看向梁虎：“我说的这些你连想都没想过，又怎么可能编得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要原谅你这种人？”梁虎还想狡辩：“以后我一定会做好事的。”可男人直接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顿时鲜血四溅。等你从牢里出来再做好事吧。看到这一幕，酒馆内的众人无不露出了震惊之色，尤其是郭珠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处理完梁虎，男人转头看向2名跟班，吓得2人连忙跪地求饶：“记住，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你们就得承担全部责任。”说完，男人向徐大龙吩咐了一声，把他们全部押回黄泉阁。片刻后，几人在黄泉阁执法者的押解下走出了酒馆。这时，男人向酒馆内的众人大声喊道：“以后若是遇到不公平的事，就到黄泉阁来告状。只要我还是黄泉阁阁主，我就一定会还大家的公道。”顿时，整个酒馆陷入了一片安静。他们不知道男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心中都是半信半疑。男人继续开口说道：“若是有人像刚才那家伙一样敢搬出他的爹来吓唬人，那我就把我爹也搬出来。”此话一出，酒馆内的众人立刻就笑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如雷贯耳的欢呼和掌声。这时李安走向郭珠：“在来这里之前，公子已经吩咐魔医大人去看过您的儿子。”郭珠顿时就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这位贵人竟然已经去看过他的儿子。“您的儿子对我来说非常珍贵，而且在来之前他已经醒了，你快去看看吧。”听到这话，郭珠的眼泪唰的一下再次流了下来，他感激涕零地走到男人面前：“谢谢公子，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说着，郭珠就要给男人跪下。男人摆了摆手：“举手之劳，何足挂齿，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况且保护你们是天魔神教理所应当的。”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他原本以为将殴打他人的混蛋抓住之后，第一个找上门来的会是血天刀魔或者刀鬼护卫。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他的意料，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黄泉阁内部的人。30多名黄泉阁调查官浩浩荡荡将他团团围住，领头的是黄泉阁资格最老的特别调查官屈明。屈明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质问：我们本该亲自登门拜访，只是人数众多不便打扰，还请阁主见谅。男人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你们这架势哪里是来请罪的，分明是来兴师问罪的。屈明连忙否认，但他的眼神却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男人扫视了一眼众人，发现他们的表情各异，显然他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心思。男人开门见山地说道：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听说您擅自重启了梁湖一案。男人毫不否认。屈明沉声说道：您这样做可是坏了规矩啊，黄泉阁的判决向来一言九鼎，岂能说改就改？您这样做置黄泉阁的威严于何地？你口中的规矩难道比人命还重要吗？男人反问梁湖：打伤郭珠之子证据确凿，却因为他的父亲是百刀鬼就被黄泉阁判为无罪释放，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谓的规矩？屈明顿时语塞。男人转头看向身后的那些调查官：我在问你们，梁湖被我抓捕时，当着众人的面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你们可曾听说？众人齐声回答：听说了。既然如此，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并非质疑您的判断，只是……屈明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男人追问：只是什么？只是您这样做会损害黄泉阁的威信。屈明硬着头皮说道：黄泉阁的判决一旦做出就不可更改，否则以后谁还会相信黄泉阁？威信？难道黄泉阁的威信就是建立在包庇罪犯的基础上吗？男人冷笑一声：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样的威信不要也罢。屈明脸色一沉：您这话说得太重了，黄泉阁的威信是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岂容您如此轻视？男人厉声怒斥道：我轻视的不是黄泉阁的威信，而是你们这些尸位素餐、无辨是非的蠢货。你们身为黄泉阁的调查官，本该维护正义、惩恶扬善，可你们却为了维护所谓的规矩，包庇罪犯，颠倒黑白。你们对得起黄泉阁的先辈吗？屈明被男人骂得面红耳赤，却无言以对。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了。男人挥了挥手：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认为重启梁湖一案是正确的，就站在我这边；认为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就站在曲调查官那边。话音刚落，徐大龙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男人的身后。他认为这次事件不能排除外部力量的干预，所以他觉得应该重新调查此案。男人赞许地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响起：我也支持阁主，此人正是当初被高党打伤的义母。屈明见状顿时大怒，一虎缓缓开口：屈调查官，我敬重您是前辈，但这件事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梁湖打伤郭珠之子证据确凿，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百刀鬼就包庇他。屈明气得浑身发抖。随后又有几个人选择了与男人站一起，这些人要么是看不惯梁湖的嚣张跋扈，要么是良心未泯，不愿同流合污。然而站在屈明身后的人依旧占据了大多数，这些人大多都是畏惧屈明的权威，或者是担心得罪百刀鬼。男人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不禁发出一声冷笑，随即他指着站在屈明身后的调查官大喊了一声他的名字。那名调查官战战兢兢地回应了一声，男人便开始询问对方是不是负责调查梁湖一案的调查官。听到这话，从华低下了头，不敢直视男人的目光。你为什么要包庇梁湖？听到这话，从华瞬间大惊失色，他结结巴巴表示自己没有包庇，他的调查都是按照规矩办事的。男人再次怒斥道：你是不是收了梁家的好处？从华顿时被吓得浑身颤抖起来，可还没等他开口回答，屈明却率先开始为他辩解，他是不可能收受贿赂的。然而话音刚落，一股冰冷的气息从男人身上爆发而出，他冷冷地看向屈明：没经过我的允许，你最好不要随便为人出头。屈明瞬间被那冰冷的气息吓得连连闭上了嘴巴，可这时从华却拍着胸脯发誓，他绝对没有收任何人的好处，不信的话你可以随意调查我。听到这话，男人微微一笑：你说的没错，你的确没有收梁家的好处，我已经调查过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时屈明却开口问道：你凭什么对我们的调查官进行内部调查？要知道，如果没有得到特殊指令，你是没有资格调查我们的。男人语气冰冷，直接开口：这是教主下达的命令。听到是教主的直属命令，屈明彻底呆愣住了。男人继续开口问道：我很好奇，既然你没有收钱，那你为什么要包庇梁湖？从华犹豫了片刻，他想要说些什么，可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起初我以为你是收了他人的贿赂，毕竟没有人会讨厌钱，可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你向来是个清廉正直的人，可像你这么清廉的人，为什么还要为梁湖摆脱罪名？于是我发现你唯一的弱点，那就是和你相依为命的妹妹，所以是梁湖用你妹妹的性命威胁你吧。此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屈明痛心疾首，责备从华真是太糊涂了。从华低下了头，他也是没办法，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绝不能让妹妹出事。屈明一时间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其实男人知道屈明为什么会如此生气，从华作为他最看重的后辈，他相信从华的为人，所以才不顾一切想要帮助他摆脱嫌疑。男人轻叹一口气，继续说道：如果你是在担心你妹妹的安危，那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派人过去保护她，所以她现在很安全。从华一听这话，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下来，他感激涕零跪倒在男人面前：谢谢你阁主大人。男人轻轻将他扶起，虽然你是为了保护家人情有可原，但就算受到威胁也不能这样做。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
不过这时男人的脸色再次冷了下来。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成为教主之后，那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但现在我可以选择原谅你一次，不过你必须要记住，这次的原谅你要感谢的是曾经那个清廉的自己。听到这话，从华的眼泪更是流了一地，他痛心疾首，保证一定会一辈子坚持下去。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这时男人大声向众人宣布道，既然我成为了大家的阁主，那么从今往后各位都将是我的家人，不管是在座的各位还是各位的亲人，如果有人胆敢伤害你们，那我定然不会放过他，我一定会让大家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情。男人乃是当今武林第一魔教的二公子，却一心只想把魔教打造成世间最清廉公正的组织。为此，他不惜花费40年时间回到过去。他开始杀魔君断冤案，而今日正是他就任黄泉阁阁主一职的日子。一大清早，与他一同调查魔君的徐大龙便来到了他的住处。徐大龙恭敬地行了一礼，男人笑了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不过怎么是你亲自来了？徐大龙表明这是他自荐的。事实上，男人能够如此顺利地坐上黄泉阁阁主的位置，眼前这个身材矮小、面色阴郁的男子可谓功不可没。走吧，男人转身对身后的李安说道，你也一起去吧，正好跟着学学如何管理一个组织。李安闻言顿时喜出望外，看来公子并没有忘记自己。一行人来到黄泉阁时，所有调查官都已列队迎接，看来这是黄泉阁迎接新任阁主的仪式。男人一路走过，两旁的调查官纷纷抱拳行礼，齐声高呼参见阁主。原本男人以为这些人对自己这个年纪轻轻的阁主多少会有些不服气，然而从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却是毫不掩饰的敬畏与期待。男人疑惑自己的威名难道已经传遍黄泉阁了吗？他低声询问身旁的徐大龙，你是不是跟他们说了谁不好好迎接就扣光谁的乐风？徐大龙连忙否认，那他们怎么都这副表情？徐大龙没有说话，只是抬起脚做了个狠狠踩踏的动作。看到这一幕，男人顿时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调查魔君那件事。当初高党不仅杀害了前去调查的黄泉阁调查官，这次更是将徐大龙打成重伤。如今他不仅杀了高党，还一举灭掉了魔君，为死去的同僚报了仇，自然赢得了黄泉阁所有人的拥戴。再加上他天魔少主的身份，以及击杀魔君所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更是让所有人心悦诚服。阁主，您要不要说几句？徐大龙在一旁提醒道。男人点了点头，转身面向众人缓缓开口，我成为你们的阁主，是福是祸现在还不好说，但我可以保证，从今往后你们的日子将会过得更加精彩。说完，男人便转身走进了黄泉阁的大门，身后的众人皆不由得兴奋了起来。男人作为新上任的黄泉阁阁主，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让所有人明白他这个新任阁主可不是好惹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杀鸡儆猴，找一个典型来立威。于是他让徐大龙拿来了卷宗，只不过片刻之后，他又忍不住苦笑起来，你故意把这堆东西给我，是想累死我吧？徐大龙一脸无辜，这是阁主您刚才要求处理的不当案件。男人也是一脸无奈，原来这份卷宗中记录的竟然是与血天刀魔有关的案件，属下也不想这样，只是这件案子事关重大，而且徐大龙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而且什么？男人追问道。而且这件案子也符合您刚才所说的条件。徐大龙硬着头皮说道。男人立刻明白了徐大龙的意思，这件案子应该是被人故意压下来。这时身旁的李安忙劝男人一定要忍耐，现在血天刀魔正处在爆发的边缘，您现在去恐怕会激怒他。男人冷哼一声，看来这黄泉阁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说着他将卷宗扔给了李安，等你看过卷宗之后再说我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理。李安接过卷宗仔细阅读起来，片刻后他抬起头长叹一声，这件案子实在是太冤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啊。画面一转，一家名为风流阁的酒馆里，一名男子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借酒消愁。就在几天前，他唯一的儿子在武馆被人打成重伤，至今昏迷不醒，而打伤他儿子的凶手却因为背景深厚，被黄泉阁判为无罪释放。该死的畜生！郭珠一边咒骂着，一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馆老板作为他多年的好友，忙劝他不要再喝了，即使喝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况且黄泉阁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可郭珠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双眼通红，咬牙切齿。他听说带头打他儿子的那个小畜生，他的父亲是百刀鬼，百刀鬼是血天刀魔的亲信，就连黄泉阁也不敢轻易得罪。想到这里，郭珠怒火攻心，他想要做些什么，可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借着酒力发泄心中的不满。酒馆老板连忙劝他冷静一点，这么大声，若是被人听去就麻烦了。这种时候你更应该振作起来。郭珠闻言这才稍微冷静了一些，可一想到如果儿子醒不过来，那他的妻子也肯定活不下去。最后他只能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其实在他心里早已做好了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想法，可他真的能杀掉对方吗？就在他感到痛苦万分的时候，酒馆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嚣张的声音，这不是郭珠郭大侠吗？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郭珠闻言抬头看去，只见3个年轻人走进酒馆，走在最前面的那人正是打伤他儿子的罪魁祸首梁胡。郭珠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猛地站起身来，怒火冲冲想要讨回公道。然而梁胡走到郭珠面前，装出了一脸的真诚，对不起，我真是罪该万死，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顿时郭珠愣住了，可下一秒梁胡再次露出了一脸的嚣张，这样可以了吧？郭珠被气得浑身发抖，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怒火，怒吼一声，想要抽出长剑刺向梁胡，可梁胡早有防备，他冷笑一声，一拳轰出，正中郭珠面门。郭珠惨叫一声，倒飞而出。这时梁胡还嚣张的大喊，大家都看到了吧？明明是他先拔剑的，
说着，他毫不留情地扑到了郭珠身上，一拳又一拳狠狠砸下。一个看仓库的家伙，我只是让他回家偷点钱给我，他居然说那是他父亲的血汗钱不能偷，而且还敢向皇权阁告发我，这都是他自找的。听到这话，郭珠咬牙切齿，虽然此刻他无力反抗，但他依旧拼尽全力地吐出一句：“你终于承认了为什么打我儿子了。”这里的人可都听到了。说着，他看向周围的顾客，可他们全都默默地低下了头。看到这一幕，梁胡嚣张地说道：“看到了吧？他们没有人听到。”这一刻，郭珠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绝望，不甘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然而，这却让梁胡变得越发嚣张起来。他开始嘲笑郭珠，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连哭起来都像傻子一样。而就在这时，2楼突然传来一声怒喝，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站在楼梯口，他冷冷地看向梁胡：“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